对，吃了糖猴子啊，第2年就会变得和猴子一样聪明了，活泼健康的。林小鱼在心里默默地说：“这要是再长2岁就不好骗了。还好还好。”那小马要吃糖猴子，第2年要变聪明，长高高。哥哥，吃糖真的会聪明长高高吗？秋秋怎么没记得夫子这么说？一定是夫子上课的时候啊，你又没认真听课呢。听到功课，秋秋再也不敢往下说。天知道他有多头疼功课，娘可千万别提了，也别考自己背书。林小鱼拿过最大的4个糖人，付给小贩钱之后，1个大人3个小孩都心满意足地继续往前逛。糯米糕，糯米糕，香喷喷的糯米糕啊，5箱不要钱嘞。糖蒸酥酪3文钱1碗，又好吃又甜，保证你吃了是吃1碗享2碗，吃2碗享3碗。姑姑，小美想要那个糖蒸酥酪，还有糯米糕，还有那个用油炸的。好好，都买。小满，你买这么多，能吃得完吗？我猜你也吃不完，吃不完还买那么多。夫子说过不能够浪费粮食，民以食为天。姑姑，乖。秋秋说的对，你只有1个小肚肚，怎么能吃完这么多东西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扔掉啊？你看，卖糖人的叔叔给我们做的糖人，还有卖大油果子和糖蒸醋酪的姐姐，他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做出来让我们吃，累得满头大汗呢。你如果把他们的辛苦成果扔掉了，会不会心里不安？是呀，姑姑，我刚才看到那个做油炸麻花的姐姐出了好多汗呢，衣服都湿了。那就对了呀，这虽然呢是我们买的，但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呀。好的，姑姑，我记住了。姑姑，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浪费粮食了。嗖嗖的冷风刮了过来，林小鱼看着也逛了一些时候，集市的一些摊贩都开始收摊子走人了。再逛下去，估计4个人明天都要得伤寒，得回家添件衣服再来。走吧，我们回去。都过来，喝点姜汤去寒。今天太冷了，早知道让你们多备几件衣服。变天怎么这么快？捏着鼻子喝，一口下去，别品着味道，不然明天伤风感冒，还要去看郎中，还要喝药。婆婆，能不能再加点糖？太苦了。好，这就给小馋毛球球加1大勺糖。好辣呀！姐姐，我也要糖。婆婆，你等会儿看那些吃的能不能找个地方放起来，买了1顿的别坏了。今天摆摊卖汤圆和元宵的呀，我看差不多1样多的。大冷天的吃碗汤圆元宵可美呢。小黎，你看看有什么阴凉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啊都放在那里，我看看都有些什么。怎么就买了这么多？吃不上多浪费啊！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把它们放起来。可惜汤圆就赚了大年初一那点钱。嗨，去，带着小满和秋秋睡一觉，养好精神。我们晚上再出去逛。姑姑，娘，我们不累，我们要出去玩。小孩子精力旺盛，大人是靠不住啊。我这把老骨头活动活动就想睡觉，到底抵不上年轻的孩子。不累也得睡的啊，然后今天晚上逛嘛，听话。好吧。一觉不知道睡到了多晚，林小鱼就被一个大嗓门吵醒了。今天这不是元宵节吗？正好我想着和你们一家出去玩，平时我们都各忙各的，也没时间聚一聚。大胖嫂子，这隔着门呀，我就听见你的声音呢。小鱼妹子，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元宵节，我们2家人吵出去逛一逛，也闹腾个元宵。娘，还走不走了？再不走就天明了。嘿，这臭小子还等急了。走，小鱼妹子，真走，咱俩走一块，让他们大老爷们自己逛去。小龙他爹憨憨地朝着吕成行和林小鱼笑了笑，挺朴实的农村汉子。林小鱼也笑着和小龙他爹打招呼。小鱼妹子，这里晚上可比白天热闹，是不是？
一个孩子提着一个兔子花灯从两人旁边跑了过去，后面跟着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手里都提着花灯，有兔子的，有青蛙的，还有小灯猴，提着什么的都有。等会儿给孩子买个花灯。小鱼妹子，还得多亏你的生蚝，现在在我们家属于横着走的。之前你大胖嫂子不挣钱的时候，那是被人瞧不起啊，婆婆也刁难，连自己儿子都看不起。说着说着，大胖嫂子偷偷地抹起了眼泪。唉，怎么说呢？给他们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不够，嫌我吃得多，嫌我不挣钱。就小龙他爹，你别看他老实，这家伙窝里横，倒是不敢对外人怎么样，点头哈腰的，对我就敢瞎嚷嚷。这下好了，大胖嫂子，你能赚钱，这日子呀也能好过下来。可不是，就是因为我能赚钱了。现在我家那口子，如果敢出去沾花惹草，还是瞎嚷嚷我，都能让我训得这次头都抬不起来。凭什么？他赚的钱比我少，还凭什么训我？现在就连我婆婆，我都敢怼她几句，都对着她没话说。哼！其实我们女人呢，还是要自立点好的，能够挣钱养活自己，不靠谁也不会被人瞧不起了。对，妹子，你说的简直太对了，还是妹子你有主意。这不是你呀，我现在还在家里任劳任怨呢，是不是这日子过得连自己的孩子都瞧不起？这也就是小龙他爹不在，我才敢跟你说这些。之前我偷偷听到我婆婆还想让小龙他爹纳个妾，这老太婆指不定背地里怎么说我坏话呢。大胖嫂子的眼球越说越红，眼见着又要抹眼泪，李小玉赶紧劝慰：大胖嫂子，这人要往前看呐，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看现在小龙懂事了吧？小龙他爹我看他对你挺好的，现在你又能赚钱，老婆婆肯定不敢多说什么的，这日子多好呀。今天是元宵节，高兴点，咱就不提这些伤心的事情了啊。大胖嫂子仰头看了看天空中炸开的烟火，心里也释然了，脸上也挂起了笑，刚才的颓废和难过也瞬间消失不见。是啊，你说我这个人好好的元宵节想这些事干嘛？你说的对，人要往前看。娘亲，你快点快点，前面有猜灯谜，你们怎么这么慢啊？快走吧。哎，大家都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啊！谁要是猜中了，就能随手带走与这个灯谜对应的花灯了。瞧一瞧，看一看喽！我说小鱼妹子，这摊主真不会做生意。你说花灯多贵，这要是有人猜中了灯谜都赢走了，他不就做了亏本买卖了？大胖嫂子看不懂挂着的灯谜，人心又是好的，不禁为店主着急起来。真好看呀，兔子鲤鱼公鸡。不会的，这些灯谜肯定很难猜的，不然怎么会摆出来呢？不过倒是有这么一些人猜不中灯谜，但是呢又喜欢灯谜所对应的花灯，最后啊只好买下来了。似乎就是这样，买的永远不如卖的精。如果轻而易举就让人把这些花灯给拿了去，那摊主还做不做生意了？还是小鱼妹子你有文化，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像我压根就想不到这一层。娘亲，秋秋想要这只大鲤鱼的花灯，像它一样的。好，娘给你拿一个大鲤鱼。李小鱼跃跃欲试，想碰碰运气。他在前世的时候，老早就在很多古代剧中看到过猜灯谜的桥段，这次终于能亲身上场，就别提多得劲儿了。娘厉害，娘厉害，娘肯定能给秋秋猜中大鲤鱼花灯。哎，小嫂子，你要猜这个鲤鱼灯的灯谜吗？您看看，咱们呢也是图个乐呵，等一会儿猜不中呢，我把鲤鱼花灯送您。店主，我可是和着妹子一起来的，我给她作证。好好好，保准算数。嘿，大嫂子，你要不要来一个？哎呀，很简单的。我可不来，小鱼妹子是能耐人，她保准你能猜得出来。哎呀，大胖嫂子，元宵节就是图个乐呵，那么认真做什么呀？你就随便挑，你就随便挑，随便看，看中哪个花灯试试呗。小鱼妹子，我这一辈子都没上过学，这读书人的事儿我也不会啊。哎呀，我还是去找我家混小子吧。人这么多，这小子疯玩起来没个数，别再让拐子给偷了去。两人正说话间，林小鱼就看见一个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来，
这黑影一头撞在大胖嫂子腰上。你这小子不会卖点，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撞两娘也就算了，撞到别人咋办？哼，娘，你想哪儿去了？我这么聪明，怎么会被拐子给拐了去呢？娘，我想要那条龙的花灯，那么长，好威风啊！碰别人东西之前，要先征求别人的同意，记得吗？叔叔，我可以摸一摸这个龙灯吗？可以，别给碰坏了就行啊。娘，这是真的龙珠吗？我要是拿到之后，是不是也能拥有一条真龙啊？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他只听说过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个灯谜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小鱼妹子，给我看看。你看看吧，大胖嫂子，反正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画时圆，写时方，冬日短，夏日长。妹子，我这也不识字儿，你给我念念吧。娘，你先看我的龙灯呗。别急，你这熊孩子别急，等娘先看看你小鱼省的灯谜。画时圆，写时方，冬日短，夏日长。妹子，我不是了，这文绉绉的，听着就头疼。娘，我的龙灯，你说给我把龙灯赢回来的。婆婆，你怎么来啦？咱们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我虽然身子骨不济，但走出来走两圈总是没问题的。正好小丽也在家闷得慌，外面噼里啪啦的这么热闹，我们两人也坐不住呀。小鱼姐，姐夫他们呢？在后面，刚才还看见他们呢。行了，你也别管了，好好玩吧。你姐夫这么大的人了，也不会丢的。小李把李小鱼手里的灯谜给抽了过去。灯谜是一个字，日头的日。李小鱼顺着小李的这个字想了想，哎，一点不错呀，这不全都对应上了吗？小鱼妹子有能耐，孩子也教育得好。你看人家小黎拿过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可比我家小龙强多了。小兔崽子，多跟你小李哥哥学学，你看人家小李哥哥多聪明。哼，娘，你不是也猜不出来吗？哥哥，等一会儿也帮我猜猜灯谜呗。小龙想要那只大龙花灯。行。李小鱼内心，儿子太聪明懂事了怎么办？凉拌。儿子太聪明，他这个娘就只好躺赢了。怎么样啊，摊主？这小娃娃猜中没啊？有能耐啊，小嫂子，这小娃娃才多大，看了一眼就能猜出来，也是瞎蒙的吧？元宵嘛，就逗个开心，娃娃开心呐，比啥都强。要求那么多做什么呀？哎呀，这小公子挺聪慧的呀。这灯谜看似简单，但却需要一个线索和由头，才能够想到这个字儿。敢问小公子，你是如何想到的呀？只是巧合而已。冬日短，夏日长。夫子说过，日头在冬日的时间短，在夏日时间长。而画时圆，写时方，正好也对应着这个字。啊，原来如此啊！哎，行，小公子，这只大鲤鱼花灯就是您的了。你说如果是个大人能这么快猜出来这灯谜，我们也就不稀奇了。就是啊，小嫂子，你是怎么教育的娃娃呀？你教教我呗。我家孩子现在6岁了，别说猜灯谜了，千字文、百家姓都背不全呢。惭愧，我家小子也是，有我这个爹教他，现在勉勉强强能把千字文、百家姓给背熟了，但还是不解其意，真是汗颜呐。林小鱼莫名的心虚。啊，也没旁的，就是让孩子自由发展，别拘束着他，孩子自己会学。那还是小嫂子你教的好啊。这孩子就是聪明。小李这孩子打小就聪明，猜几个灯谜不在话下的，随姐姐和姐夫。哇，我有大鲤鱼花灯了！小龙，看我的花灯！
哥给我赢的大鲤鱼花灯，哼，你没有。你等一会儿，我拿到龙灯之后，我缠死你！谢谢哥哥，哥哥好厉害，比娘还厉害。这花灯娘都没有猜出来呢。真是娘的好闺女啊！你夸你哥哥就算了，怎么还连着娘一起损了呢？是谁比你娘还厉害呀？吕成行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林小鱼默默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被女儿说自己还不如儿子聪明，然后被自家相公抓包。哥哥，我的龙灯啊！这龙灯对应的灯谜能给我看看吗？挂在左右两侧，上联为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下联为乌龙上臂，身披万点金星。大家都在思考，上联是船，不对，在下实在是猜不出来了。回头一看，吕成行正在和自己儿子小李过眼色。答案是什么？快告诉我是什么！你和儿子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吕成行点了点头。听儿子说。哼，你还卖起关子来了。我猜到了。小孩子可不能说大话啊！你是真猜出来了呀？我们这些大人都没猜出来，你怎么会猜得出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家虽然是小娃娃，但比你们这些号称学富五车的人聪明得多。别欺负人家年纪小，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被夫子逼着背书打手心呢。那你倒是说说啊，我的上联下联的谜底分别是什么？哥哥一定要猜中啊！上联白蛇过江，头顶一片红日，这是油灯。下联乌龙上臂，身披万点金星，谜底是杆秤。谜底一揭晓之后，众人才恍然大悟，油灯的灯芯儿是白色的线做的，浸泡在油里，可不就像一条白蛇过江吗？点燃之后，灯芯儿头上冒出火焰，那妥妥的就是头顶一轮红日。还有那杆秤，大多都是黑色的，用完了挂在墙壁上，那就是乌龙挂壁。杆秤上有无数的星点，在油灯的照射下，便会身披万点金星。妙啊妙啊，简直是妙极！哎，摊主，你说这对不对啊？这还用说，人家小娃娃肯定猜对了。不过从摊主肉疼的脸色中，这龙灯谜底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哎，小公子，你自己拿吧。喏，拿着。谢谢哥哥。秋秋，看到没？我也有花灯了。我叫小龙，我的花灯是龙的形状。羡慕吧？我的大鲤鱼又红又大。我的龙又亮又闪。我的大鲤鱼年年有余。我的龙上天下地。我的大鲤鱼，娘也不会。去，自己动脑子想想。哦，小黎，你也去看看吧，别老扶着婆婆我。元宵你也好好玩玩，放开点儿。婆婆，我哪里懂得猜灯谜啊？也就在旁边看看热闹罢了。小黎妹子，你小鱼姐刚才还撺掇着我去猜大龙花灯的灯谜呢。好家伙，我一看这大鲤鱼花灯的灯谜，脑袋都晕乎乎的。还是让他们去猜吧，咱们就看个热闹。大胖嫂子说的对。我猜不出来，你去问问小满想要什么花灯吧。小满，可有喜欢的花灯吗？姑父给你猜一个。我想要这个，姑父。好，店家，请给我这个大鲤鱼花灯的灯谜。太阳西边下，月儿东边挂。这个我知道，店主，是一个字明。小嫂子，我看我家这花灯啊，接下来都要让您家的孩子给包圆了。小满，去拿吧。拿了大鲤鱼，年年有余粮啊！小孩聪明活泼，年年有肉吃。谢谢叔叔。我们这个呀，就叫双鱼临门。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双鱼临门怎么样？小龙，我们这个双鱼临门比你的上天入地威风吧？这元宵节呀，就该出来看看。你看，这不就赶上顶天的热闹了？咱们也来看个稀奇。小鱼妹子，你说会有人解开这4副灯谜吗？肯定会有的，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总会有学识渊博的人出面给大家讨个彩头的。婆婆，你累吗？小黎呀，不用管婆婆。婆婆虽然年纪大了，但身子骨也没有那么娇贵。再看看年轻人呐，就是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呢。相公，有思路吗？林小鱼刚想让吕秀才看看，结果回头却发现后面的人并不是吕秀才，而是范子玲，瞬间闹了个大红脸。对不起啊，范大。范子玲眨了眨眼睛，摇头。今天是元宵佳节，范某没旁的身份。那看灯谜吧。南望孤星，没月生，烟火雾尽，便放心。来人尽是蓬莱客，四面山溪虾戏水。娘，秋秋想要那个兔子的花灯。秋秋想要那个兔子灯笼，不是有鲤鱼花灯了吗？真是娘的好闺女啊！你爹吕成行不知道跑哪去了，让娘去找四副灯谜，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可是娘，那个兔子花灯真的好好看。娘，秋秋想要2个花灯。没关系，秋秋，想要那个兔子花灯，范叔叔给你赢回来。谢谢范叔叔。周兄，你解出几个了？2个，剩下的2个，愚兄实在无法。我只解出1个呀，你比我好点儿。我有3个谜底，就差第4个了。可惜呀，这沙漏也快漏完了，估计是没戏了。店家，如果实在解不出谜底，我就买了这个兔子花灯。我出10文钱。我出15文钱。我赵子龙25文。若是不能在这沙漏彻底漏完之前，把这4个花灯灯谜同时解出，就算出钱，某家也不卖。就该这样做，解不出谜底就花钱买，这有什么意思？这对别人不公平啊！哎，没错，我们享受的就是这过程。如果连压轴的花灯都可以用花钱买的话，那我还猜什么花灯啊？当我们没钱是怎么着？大爷，我也有钱。林小鱼瞧着这越来越热烈高涨的气氛，不得不赞叹一句：这花灯摊的店主，如果放在现代，绝对是妥妥的卖货高手啊！这营销，这话术，这煽动人心、拉拢买家的能力，可真不是旁人能够比肩的。自己卖货的时候，也得跟着花灯摊主学一学。我猜到了，南望孤星没月生是1个字，庄。下方指的是南方，南望就是望字的下半部分王，孤星天上的明星指的是1点儿，而没月一般被称为月初的月亮。众所周知，月初的月亮像一个大写的撇。哎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这个撇加在王字的左边，点儿加在王字的上面，这3个字组合起来，不就是庄吗？烟火雾尽便放心，这是一个恩字。烟火雾尽意思是小心烟火，所以就要把火这个字给去掉。放心就是把心放在阴下面，这便组成了恩字。原来娘也很厉害。来人竟是蓬莱客，谜底是山。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小李，你来解释一下。夫子说过，蓬莱是渤海的仙山，蓬莱客自然是仙人。来人竟是蓬莱客，也就是说，人家一个山便组成仙。没错。对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山字加个人，那不就是仙吗？这，哎呀，这位小公子，既然你已经猜出来了，怎么不说呢？刚解出3个，故而无法言明。哎，小公子，我也刚解出3个，敢问你是哪个没解出来呀？乃是第4个。四面山溪虾戏水，这个字便是丝。四面山溪组成田，虾戏水，沃沟加几点水，如此组合便是丝。看来我一语成谶，我们家的花灯啊，真要被这一家人包圆喽。哎呀，今天我算是见着高人了，在下甘拜下风。过奖，秋秋，给你。秋秋在这里谢过范叔叔。乖。婆婆，花灯好漂亮啊，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花灯，可惜我也不会猜灯谜。那有何难？兄台可否再拿几个灯谜给在下？哎，好，您稍等啊。哎，您请看，是帆船，风里去又来，风前雁行斜，这是凤仙。林小鱼一行人本来是出来逛集市看元宵烟火，结果便在这花灯摊子上驻足不去。小鱼妹子，这个鲤鱼花都给你。林小鱼受宠若惊，连连摆手推辞。这他真的不敢收啊。拿着吧，就当是你救福伯的谢礼，这是谢礼，不能不收。谢谢范子玲。可不能给范子玲暴露了身份，人家今天是微服私访，正挺好的，自己可不能做那扫兴的人。哇，娘也有花灯了，娘的花灯和秋秋的一样哎。小迪，这个给你。啊，我居然也有啊！小鱼姐，我不能要啊！收下吧，小黎大家都有，你也拿一个玩。子玲，你别介意，小黎只是害羞而已，小黎没关系，拿着吧。今天是元宵佳节，手里提个花灯也热闹。小黎，拿着吧。范子玲那儒雅清朗的声音就近在耳侧，田小黎的小脸一下子就红透了，也不敢抬头，生怕被人瞧见了。谢谢范大人。小黎姐姐，不要暴露范叔叔，你为什么不叫范叔叔呢？范叔叔明明比你大好多岁呢。我娘，小黎姐姐的脸好红，是不是晚上的风太冷，姐姐冻着了？你再逗你小黎姐，以后啊，她都不敢跟你出来玩了。林小鱼扑哧一声乐了出来。没事，你声音呢小的和蚊子哼哼似的，哪里会有人听见啊？不要多想了。秋秋，快过来玩，小龙要赢了。哦，等我马上回来，看我不把他赢得哭着找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小龙，你要是把他弄哭了，看我怎么揍你呢。秋秋，快点过来，小龙都要赢了。小李，范叔叔希望你像这只大鹏鸟一样，能够展翅高飞，翱翔天下，将来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谢谢叔叔，我一定会做到的。劳烦您再帮我多拿几个灯谜。花灯摊摊主无语。哎，摊主，我们可都是看着呢啊，别玩不起啊，都拿出来，都拿出来，让这位公子猜上一猜。我们可都等着瞧呢，快点拿出来呀！您看吧，哎，您还要继续猜吗？摊主，除了刚开始的那几个花灯，其余的我都不要了。您放心，我只当个玩闹而已。毕竟元宵节大家都乐呵乐呵，不会让您血本无归的。哦，原来这人是逗他俩玩啊，还真是好人。哎呀，这位公子，您真乃是大善呐！范子玲摇摇头，一拱手：做花灯本就耗时费力，而且颇费银钱，我怎么能全都拿走呢？敢问这位公子姓名是何？在下愿交公子这性情中人为朋友，奉为知己。公子乃大善也，我们也同样愿意交公子为友。小雨妹子，范县子玲真是个好人，一点没错。在下林清。因为范县令范子玲的名字几乎整个县的读书人都广为知晓，所以为了避免引起轰动，就得报一个假名字。林清这个名字倒还真是不错，不过为什么姓的是林呢？娘，走啦走啦，一去就去放河灯，小龙和小满他们已经先去了。听到小龙和小满去河边放河灯的时候，林小鱼的心便一沉。但小满他连话都说不利索，怎么能在没有大人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去河边呢？万一掉下河去，要如何跟大哥大嫂交代？小孩没有轻重，怎么能自己跑到河边放河灯呢？万一一个开不好脚滑了，哎呦，想都不敢想。小黎，你扶着牛婆婆，我过去看看。小孩子没有轻重，小鱼妹子，我们一起去，如果出什么事儿，好下去救人。我家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怎么能自个儿就带着小满去河边放花灯？林小鱼，我跟你一起去，看我不揍死那小崽子！
元宵节这么多人呢，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婆婆，您说的对，这么多人呢，大家都欣赏看着呢。林小鱼站在桥中央，往下一望，远远的就看见了那高大英俊的背影。吕成行，那背影缓缓地抬起头，烟花的光影落在他的脸上。你刚才哪去了？小龙和小满在吕成行的身边乖乖地放着花灯，什么危险都没有。姑姑，你也来放花灯了吗？小龙、小满，你们说话不算数。不是等我回来，我们3个人一起放吗？怎么你们2个人先放了，不等我？求求姐姐不要生气气。小龙说我们先放一个，就一个。就是啊，先放一个又不是不带你玩了，女人就是麻烦，哼。在一旁的林小鱼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谁教他的呀？他爹混说的，被他学去了。哎呦娘，别打我呀！你这小子怎么能把小满领到这里来？他才多大？你们2个小孩能看住他吗？出了事儿怎么办？照着儿子的屁股啪啪啪的来了几下，在牛婆婆和林小鱼2个人的劝导之下，大胖嫂子才收了手。这孩子真是皮实呀！突然，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不小心撞到了范子玲。把我撞坏了，你赔得起吗？哎，你是范县令啊？哎呀，范县令，是小人有眼无珠，冲撞了您，还请您不要和小人一般计较啊。你认错人了。哎，错不了。去年我还在东头的铁匠那儿见过您呢。哎，大家快来看呐，这是范县令啊！范县令来咱们这儿了。范县令，就是范县令。有人扑通一声给范子玲跪下了，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县令大人，要不是您帮我们家申冤，我们家那几亩田也没有办法要回来，我们母子2个人早就饿死了。县令大人，要不是您为奴家赎身，奴家现在就要死在那花楼里了。奴家无以为报，希望能给县令大人做牛做马，为奴为婢。县令大人，正是有了您在，我们村里人才能活下去啊！要不然每年要交给官府的，就算是把我们抽筋扒骨，也交不上啊！无数老百姓都涌过来，纷纷跪地叩拜范子玲，感恩他的功德。能有范子玲这样的县令，简直是百姓的福音啊！我们先走吧，估计他一会儿也脱不了身。人民群众的力量果然是巨大的，这一会儿的功夫，桥面上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挤都挤不动。我们先放河灯许愿吧。希望我家小龙听话懂事，以后别再给我惹事，日后能成功考取功名，当个大官，再给我带回个孝顺贤惠的儿媳妇。对了，还有，我家相公挣钱发大财，对我一心一意不纳小妾，婆婆别再挑事生非，安安分分。还有小鱼妹子家的生意蒸蒸日上，保佑大家都发大财。林小鱼就站在大胖嫂子旁边，都让自己给听见了。我们到这里放。林小鱼和吕成行特意挑了一处僻静的地方。你不许偷看呢。愿一家人平安顺遂，报福发财。林小鱼蹑手蹑脚地走到吕成行的身后，似乎是没发现自己。愿我与妻小鱼长长久久，永不分离。呵，这家伙还挺闷骚，人狠话不多，专干实事的人。没想到这肉麻的愿望还能从他的笔里看到。好了吗？我们一起放。好。浅黄色的荷花灯自发的亲亲密密，难舍难分。妹子，你说你大老远的来，还给我们带什么东西？妹子不再多住会儿了，路上慢点啊。好了，大哥嫂子，你们回去吧，不用送了。经过若水村的时候停一下。好嘞，小嫂子到了。这么快？是在村头下的车。哎呦，大家快来看呐，小鱼妹子回来了！小鱼妹子回来了。婶子，看见大头了吗？小鱼妹子，你要早来一会儿，正好和大头碰上。我刚瞧见他往那出去了。谢谢婶子了。我们还该谢谢你，没有你，我们若水村哪有这样的好日子？和这些唠家常的婶子大娘寒暄了几句，林小鱼就去找了大头。大头，大头，小鱼姐，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送小满回家吗？正好顺道找你有点事。小鱼姐，小鱼姐，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大头肯定尽心尽力的去做。姐知道，先上车吧。哎，好。
小鱼姐，你是又要挖生蚝吗？我去租船。不是，这个你拿着，猜灯谜赢的，咱家每人都有一份。谢谢小鱼姐，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花灯呢。小鱼姐，你等我一会儿。说着就跑远了。林小鱼也有些心酸，大头是孤儿，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古代，谁会有闲心去管一个孤儿的死活呢？走吧，姐。就像您之前那么掏心掏肺的对隔壁村的人，他们那么对你，简直就是狼心狗肺。而且现在出村费还在收着呢，他们自己也算是自食恶果了，照我看也算是活该。林小鱼听到这里，心里也畅快了不少。这就是所谓的恶有恶报，恶人自有恶人磨吧。马车很快便返回了县城，大头跟着林小鱼回了家。婆婆，我希望您把计算赶海的时辰方法交给大头。牛婆婆惊讶地看了一眼林小鱼。行，大头，你跟我来。大头已经震惊到眼眶都要掉下来了。小鱼姐，这个我不能。大头，你是想说不传给外人吗？可你是我们的家人，并不是外人。你是好孩子，这法子婆婆传给你也放心。要是别人，婆婆还不稀罕给他们呢。忽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对着林小鱼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小鱼姐，今生今世你就是我大头的大恩人，我大头发誓，以后一定不会做出危害小鱼姐的事情。小鱼姐，你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大头一定全力的去做，否则来世就让我当一头被人宰杀的猪。起来，快去吧。哎，听我说，大头，咱们赶海的大致时间一般定在大潮汛，就是在农历每个月的初2和16前后2天最为好。那时候海水退得远又快，这些鱼虾就能搁置在沙滩上。随着牛婆婆絮絮的诉说，大头硬生生的把所有赶海的技巧和如何判断时间都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行了，就这些，再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婆婆。婆婆，我都弄懂了，以后有不会的我再来问你。那就好，那就好。这门手艺婆婆也不想失传，能传给你们年轻人也算是不糟蹋了。那婆婆，小鱼姐，我先回去了。留下吃顿饭吧。不了，小鱼姐，我走了。大头这孩子命苦，还好遇到了小鱼你，不然还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呢。他人时辰，就算不遇到我，将来前途也不可限量。这孩子实诚得很，就算是不遇到自己，也会遇到别的贵人，不会埋没在若叶村的。再过了几天之后，林小鱼再次去若水村看了看。哎，小鱼妹子，前几天还见你呢。你看看我们捞的这些海货，又有鱼又有虾，肥着呢。这几样东西不能过水后再晒制，否则其味道就会流失的。小鱼妹子，还是你见多识广，就是有见识。像我们哪管种类不种类的，从海里捞上来，直接挑最大最有肉的穿起来，扔在太阳下边晒它10几20天，还管它别的？还是要分的。我们往出卖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口感和肉质了。行，小鱼妹子，我记下了。你再看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让大家伙都听听长长见识。哎，你听说了没有啊？啥？听说啥啦？就是那个隔壁村吕家的老太太，就是那个周围的婆婆老帮玉珠那个。哎呀，知道，咋能不知道呢？这吕老太太事儿咱们十里八乡的都传遍了，有哪家不知道啊？咋啦？生啦？可不是嘛，生了。哎呦呦，快跟我说说，那些孩子是不是像极了死去的刘把式呀？但是村里人嗓门本来就大，那破锣嗓子似的，就算是压低声音，林小鱼也听得清清楚楚。哎，我有个事儿和你们说啊，大家听了可别传出去。快说快说，这里都是我们若水村的人呢，又没外人，绝对不会给你传出去的。就是，全村谁也不知道你老嫂子嘴最远，是个人都知道。说。我听那刘把式媳妇儿说的，她男人死了以后，她哭得可伤心了。换衣服、埋人、抬棺，在一些事情办完之后，收拾刘把式的东西的时候，你们猜猜，发现了什么？那刘把式还藏了私房钱呢。哎，不是，刘把式在外面有别的相好送的手帕。也不是。哎呀，你快说呀，急死我们了。刘把式他媳妇儿发现的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女人肚兜，其中一个就是吕老太的肚兜。哎呀呀，这可不得了！
怪不得这个吕老太怀孕7个月就生了。我就瞧着这孩子个头比足月的都大，我还寻思是咋回事呢。这吕老太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现在这孩子也生了，哼，就请好吧。哎呀，小鱼妹子啊，是我们多嘴了，你别介意啊。哎呦，你瞧瞧我，哎呦，这说起话来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婆婆是你婆婆，你是你。小鱼妹子，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婶子，我家相公吕晨行呢，本来就已经和吕家断亲了，吕老太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再说，我们两家关系本来也不好，你们爱咋说咋说吧，用不着顾忌我。啊，小鱼妹子，断了亲好啊，那吕老太一家就不是什么好人，早点撇清关系，省得将来他们没钱了扒了你。那我瞅着那孩子肯定不是吕老头的，人都那么老了，哪还能整出一个孩子来呀？嗨，你大白天的说这个也不嫌害臊啊。要论不害臊，那还得是吕老太最不害臊。左右也没事儿，听老嫂子们说了一会儿关于吕老太和吕家的八卦之后，就返回了家中。吕家，乖，不哭了，不哭，别哭了。你这娃怎么老哭啊？老来得子的吕老头看着孩子，心里也乐开了花。你个死老太婆，连个孩子也哄不好，哭坏了咱家娃，那可怎么办呢？孩子是饿的，我这个当娘的捞不到好吃的不下奶，要不然也不能巴巴的看着孩子就这样活生生的哭啊。本来就没养好，还捞不着肉吃，吕老太的身子干巴巴的，哪里生得出奶水给孩子喝呀？吕老头恨恨的一跺脚，孩子哇哇的哭，他也跟着抹起了眼泪。被逼得没法了，他只好先跑去邻居家里，先借了一点羊奶。老了，现在才觉得闺女好。你光说养儿子有什么用？好不容易养大了，还得给娶媳妇儿，买牛耕地，只要赶上个光顾娘家的媳妇儿，这还不得把家底给掏光了？你说这些做什么呀？是端你吃了，还是端你喝了呀？你看，就咱这个大儿媳妇就不像个样，自己偷吃着鸡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哪有这样的儿媳妇？婆婆怀孕不知道把鸡蛋让给婆婆吃，还自己藏起来，早晚上老大休了她。还有老三家的就更不像话了，撺掇着老三给我们断了亲，现在自个儿发达挣钱，天天鸡蛋红烧肉吃紧肚子，那两个小娃娃养得肥肥胖胖的，一看脸上油水就多。还有那个姑老婆子，这老四娘亲爹娘不养，有这个没顾的老婆子，昨天就是那个小鱼尿撺掇的，鲫鱼汤喝着。上次我听老大媳妇说，这家里生蚝都乱捅。有人在家吗？周氏正好看见王金花从门外进来，赶紧藏在门后。刚听到消息，我就急赤白脸的给你们来道喜了。孩子在哪儿？让我也看看。这孩子白白胖胖的，个头真大，我怎么瞧着比那足月的还大呢？王金花，你来干什么？走。哎，我刚来怎么就撵人？我看这孩子长得也不像你们两口子，你看这眉眼睛鼻子，有哪个像你们两口子啊？吕老太是越听越心虚。你给我滚出去！哎，你别打人啊！我这说的是实话，这孩子跟你们两口子真的不像，你让谁看也是。哎呦，疼死我了！打人了！真是长得不像还不让人说实话。哎，我别打！吕老太拿着大扫帚追王金花追了老远，一抬头就看到吕老头狐疑的看着他。你可别听王金花那婆娘瞎说，我们孩子多好啊！你看这眼睛这鼻子，是不是和老大小时候一模一样？那王金花什么脾气你又不知道，村里哪个人不埋汰她？看咱家孩子眼热，王金花人就是坏。哎，行了，你也别抱怨了，我去给你整些吃的啊。这老不下奶，孩子光喝羊奶怎么行啊？哎，我说，你是让狗撵了，还是偷人家东西让人追了？哎呀，刚才王金花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又不是龙，王金花吼那么大声，聋的也能听到。我跟你说啊，王金花可说了，生的孩子和公公婆婆都不像。你别听她婆娘瞎说，王金花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坏得很，那是外人坏咱们家，你就别跟着瞎说了。周氏还不死心，舔着脸问：这孩子和你小时候真的像吗？哼，我咋知道自己小时候长啥样？啊，也是啊，你娘说这孩子像你小时候，哎，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呀？别是瞎扯话吧？有这闲工夫给咱娘多洗件衣服，洗点孩子的尿布。咱娘说了，让你去林小鱼那儿弄点肥猪肉，什么时候去？
哎呀，再等几天嘛。上次你是不知道林小鱼厉害，我的腰差点被他打断了。周氏一听要洗尿布，瞬间打住了话茬，溜得连人都找不到了。老大家死哪儿去了？赶紧给我把你藏的那几个鸡蛋拿出来，不然我让老大休了你。自然是没有人肯搭理吕老太。哭就知道哭，你娘我都要饿死了，哪里来的奶喂你一个小兔崽子？再哭我掐死你！林小鱼很快便返回了家中。这女人今天怎么这么早过来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准没好事。阿行哥哥，我家刚生了小妹，可爱着呢。阿行哥哥，反正就一会儿嘛，你就陪我去看看嘛。阿行哥哥，没关系的，你是怕小鱼姐误会吗？小鱼姐那么善良，那么温柔，她肯定不会误会的。阿行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嘛？难道你还是在那原来的事情生我的气吗？我都向你道歉了。阿行哥哥，他没空。林小鱼一把推开了门，吕成行一脸冷漠，旁边的侯聘兰小媳妇似的委委屈屈，脸上满满的都是羞怯。小鱼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我和阿行哥哥不是……阿行哥哥，我可以解释。好啊，你解释。是他自己找过来的，和我无关。我知道的，我相信你不会这么没有眼光。私闯民宅是犯法的，而且我相公根本就不想理你，立刻给我滚出去！小鱼姐，我知道你介意我和阿行哥哥以前是青梅竹马，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别怪阿行哥哥，我只是想邀请阿行哥哥一起去看看刚下生的小妹，并没有别的意思呀。侯聘兰声音细细软软，嗲声嗲气的，让人耳朵听了都发酥。你们算哪门子的青梅竹马呀？我们以前……吕成行，你自己的青梅竹马自己解决。滚！别让我说第二遍。侯聘兰的眼泪顿时扑簌簌的就流了下来。都让你滚了还不走，怎么那么大的脸，还青梅竹马？别以为我没看见你怎么进来的。婆婆，你说什么呢？我没有恶意的，如果给你们增添了麻烦和负担，那我在这里和你们道歉。侯聘兰哭哭啼啼的，像极了受委屈的小媳妇儿，把慈眉善目的牛婆婆对应成了扎小人的容嬷嬷。道歉？你爬墙进来还踩踏了我们一块砖头，不光该道歉，没人让你赔钱就不错了。小鱼姐，我知道你还介意我和阿行哥哥以前的关系，但是我保证我们现在真的是什么关系都没有的。见过没脑子的，没见过这么没有脑子的。正哄自家媳妇儿的吕成行眸子凛冽地扫视着侯聘兰，但是他又不想走，不想在林小鱼面前掉了面子。阿行哥哥，你确定要赶我走吗？吕成行，你可别后悔。可见他是真生气了，连装都不装了，开始直呼吕成行的全名了。人家叫你呢，这么一个美人摆在你面前，怎么都不看看呢？把人家给委屈的，你看我干什么？我看了，很好看，确实是一个美人。乖，不委屈。牛婆婆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姨母笑。快滚！再不滚，老婆子可动手了。侯聘兰怨毒地剜了林小鱼一眼，忙不迭地跑了。下不为例，以后不准再给我串出个青梅竹马了，记住没有？记住了，但是做不到。我不能阻止无法预见的事情，但我保证，此生为你一人。好了好了，跟你开个玩笑呢，这么认真做什么？夫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认真对待。可笑死我了！一想起当初你说像扛猪一样把人扛回来，我就想笑。实话告诉我，这个侯聘兰在你心中，是不是和野猪没什么两样啊？是。这件事当然还没有完了。再过了3天之后，侯聘兰再次登门造访，这一次他手里挽了个男人。林小鱼打眼一看这男人，一股油腻的感觉，只能把人照面熏个跟头。太装了！阿行哥哥呢？让他出来，我有事找他。成行哥哥，你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怎么又来了？看老脖子不把你轰出去！婆婆，你别伤着自己了，先放下来。你又来作甚？滚！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理啊？
林小鱼，别以为你男人有多稀罕，要不是我喜欢他，追我侯聘兰的男人能排出县里去，是不是啊？哎，是啊是啊，聘兰你这么好看，我都要被你迷死了。哼，看见了吧，林小鱼，吕成行不稀罕，我有的是人稀罕我。在我这里，你的男人也不过是个草。侯聘兰，你的眼光真好呀，挑了这么一个人来恶心他们，尤其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正人君子。一双小豆眼不光在侯聘兰的身上乱瞟，还有时不时的扫过自己，鬼知道他脑补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画面呢。哼，那是王二长得英俊，人又好，怎么样，羡慕吧？林小鱼，这样的男人你还配不上，吕成行比起他来差得很。是吗？林小鱼的拳头硬了硬，忽然一拳捶到侯聘兰的鼻子上，又一铁拳重重地捶在了他的左脸。这会儿对称了。你捂着自己的嘴，呜呜地说不出话来。还敢说吗？我男人吕成行比这个猥琐男好1000倍10000倍呢，也就你个瞎了眼的东西啊，才能看上这种恶心的玩意儿呢。你怎么打人呢？结果林小鱼目光凶狠地瞪了一眼，悻悻然地又扑倒在地。林小鱼，我不过是说实话而已，你也不能恼羞成怒打人呢。我好疼啊！哎呦，乖，不哭了啊，揉揉就好了。王二是骂也不敢骂林小鱼，这女人一瞪眼，简直就像个活阎王。而且她旁边站着的高大男人，王二就更不敢惹了，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就吃不了兜着走。林小鱼也太狠了，虽说我也看不惯这两个人，但也不能打人呐。这侯聘兰我认识呢，就是我隔壁大街的，有男人有家室呢。啊，那这是他男人？哎呦，也太废物了吧！自家媳妇儿被打了，也不敢冲上去讨回来。你知道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他男人，他男人叫牧野，老实得很，我见过，不像这样的。不行，我得给他男人呢报个信去。自个儿媳妇给戴绿帽子了，可有的热闹看了呢。林小鱼就静静地看着侯聘兰和王二表演，终于等来了最终正主侯聘兰她婆婆穆老太。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怪不得不给我的儿子生孩子，原来是打着背地偷汉子的心思。我打死你个偷汉子的小贱人！我们家当初花了那么多钱买你，买了个不下蛋的母鸡就算了，还敢背着我儿子做这种事，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哎，你可别打我，都是这个小贱人勾引我，还给我钱，求着我到这里来和他演一场戏。老太婆，我告诉你啊，要不是钱，我还懒得来呢。这钱还给你，我不要了。我打死你个小贱人！我让你偷汉子，让你不下蛋，今天不打死你，回去就沉塘。扫帚打坏了，他可以再换，这么好的热闹，平时可赶不上。婆婆，我错了，别打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别看我，侯聘兰，你真是活该呀！你男人牧野对你那么好呢，你还背着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你怎么对得起你男人呢？啊！哎呦，有没有事？儿子打疼了没？真是的，你冲出来干什么？娘是来替你教训这个小贱人。娘，别打了，聘兰已经得到教训了，她知道错了。聘兰，你快和娘说你错了呀！你让开，娘今天非打死他不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背着你偷汉子，这事都闹这么大了，你还要维护他吗？娘，您打也打了，气也该出了，我们回家吧，别在外面让人笑话。穆老太想动也动不着一根指头，她不禁咬牙跺脚。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真是给我丢人现眼。穆野护着侯聘兰在前面走，穆老太在众人看好戏和怜悯的目光中恨恨的也回去了。林小鱼，你那几拳看着真解气，我早就看侯聘兰不顺眼了。就是呀，他男人牧野对他多好呀，都被戴绿帽子了，还在自家老娘面前维护这个女人呢，上哪找这么好的男人去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挺好的，不过真的是可惜了牧野这个憨厚老实的汉子了。他会醒悟的，只是这个过程会很艰辛。这场闹剧已经曲终人散，主角们都走了，观众们也都散场了。
这扫帚还是我赶集买的，挑了好几把才挑到的，质量可好了，还挺贵，就让人给糟蹋成这样。婆婆，你应该这样想，费了我们一个大扫把看一场耍猴的戏，不是很值吗？这倒也是。不说这扫兴的猴子了，婆婆，今天我去割了2两上好的五花呢，正好做红烧。行，我去做。秋秋这个小馋猫前几天还跟我念叨呢，要吃红烧肉。我做，您歇着。做好的五花肉酱汁浓郁，上面点缀着几片翠绿色的叶子，香味儿简直邪性。所以邪性的香味就引来了狼。所以今天他们是组团来的吗？哎呀，咱娘生了没奶水，还是等爹借了邻居家的羊奶才好喂孩子。现在就你这里顾得好，你就给嫂子一点钱，嫂子回去给咱娘买条大鲤鱼，买只老母鸡，吃了好下奶啊。反正小鱼妹子，你也不缺这点钱嘛。哦，以前是怀孕不方便折腾，现在终于把娃生下来了，就开始折腾了，是吧？哎，小鱼妹子，你怎么说话呢？这可是咱娘，嫂子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大没小的。赶紧拿钱来啊！嫂子去给娘买只老母鸡，娘兴许就能原谅你们两口子，让你们回来。我说你是没记性呢，还是没有脑子啊？上一回眼巴巴的没皮没脸来抢我生蚝，被大海他娘拿着扫把赶走了。今天你又来呢，是真的不要脸，还是怎么着啊？周氏耸着鼻子，像狗一样的闻着味儿。哎呀，不是嫂子说你，有这么多钱，吃好的喝好的，天天都吃肉，也不给咱娘喝一口粥，哪有你这么做人家媳妇儿的呀？撺掇着老三爷不回家孝顺爹娘，嫂子来了还不让进门，天底下可没有这样的道理。有本事你就进啊！我家大扫帚刚打完人，好用着呢。小鱼妹子，不给钱就算了，咱说道说道，当时你还抢我的红烧肉吃，这个咋算呢？好呀，那我就还你一块肉。那要挑一块最大最肥的啊！上次你吃我的红烧肉就是最大最肥的，你得赔我个一模一样的肉。门咣当一下就闭上了，周氏踮着脚伸着脖，虽然看不见肉，但是那味道顺着门缝飘飘渺渺地传了出来。该死的，这林小鱼不会是反悔了吧？拿块红烧肉有这么慢吗？小鱼，你怎么这么傻？把这块肉给那个周氏吃，那咱们家不就是少吃一块了吗？听婆婆的，别给他。婆婆，等我回来再跟你细细说。见到肉的一刻，周氏就像终于见到了骨头的狗一样，双眼都紧紧地盯着这块肉不放，生怕林小鱼不给他。你快给我！周氏一把夺过红烧肉，也没在乎是扫帚苗穿的，大张着嘴一口就吞下去了。真他妈要好笑啊！烫死我了！行，这块肉就算还了。你把钱给我，再给我几块红烧肉，嫂子这就回去给你们家两口子说说好话。别让我说第二次，滚！嗨，你这怎么不识好心人呢？我是看你给我吃了一块肉，才想着给你们说说好话的。别打呀！哎呀，我走还不成吗？小鱼，真是可惜了，我们那一块红烧肉，喂狗也比喂它强。婆婆，你等着看好了，这周氏回家去啊，讨不了他的好呢。还是小鱼你聪明。婆婆，左右那个吕老太也生完孩子了，我猜我们这里呢也清闲不了多久，不如就先发制人。没错，那个吕老太性子，这周氏，哼。周氏一路像被狗撵了一样的赶紧回了家。他蹑手蹑脚的进了门，本来想着趁吕老太看不见的时候偷偷跑回自己的房里去，结果这吕老太眼尖的很，张嘴就吼：钱要回来了没有？娘找你，还不快去！哎，行，这就去啊！说话！周氏被吓得一哆嗦。娘，你听我说。吕老太的眼神贼好使，周氏一张口就看见了他舌头上烫起的那个大燎泡。老大，你看你娶个是个什么破货？你娘怀孕生娃都没吃口好的下奶，饿得娃娃嗷嗷哭，
你媳妇倒好，自己去县城偷吃东西，吃得嘴上冒油，舌头上起泡。周氏刚才吃完红烧肉后，嘴都没有擦，一看就是满嘴的油花，一张嘴，那肉味更是掩盖不了。他也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让你去找林小鱼拿钱，结果你背着我们在县城里偷吃肉，吃就知道吃，怎么不撑死你？给我滚到门口去跪着，没说起来不准给我起来。看我做什么？跪着去！他娘的，老子还没吃口肉，就让你给吃了，馋死你算了！哎呦！吕老大直接动手抄着一根木棍就往周氏的身上狠狠砸过去。这不听话的东西就是该打，咱们都还没有吃上一口肉，怎么就他嘴馋？给我狠狠的打，打不死他的。吕老太还在坐月子，所以隔着窗户在里面给儿子叫好。吕老大用了10成的力气，棍子都打折了。跪好了！吕老太一声厉喝，周氏立刻绷直身子跪好，再也不敢左摇右晃，生怕再引来一顿毒打。太阳光照在了正午的门前，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这婆婆瞧不起自己相公也毒打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哎呀，我怎么就这么惨呢？小鱼，起来了，大金铺的谭工匠来了。谭工匠来了。小鱼，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没有，您说哪里话？我也只是午后用过餐之后，闲来没事打个盹。谭工匠，进来说。我也是正巧路过县城，这还有事要办，顺道和小鱼你说上一句。最近铺子里的珍珠都快用没了，从外面买的话价格又那么贵，这样一算下来，我们能赚的利润就比原来少了好几倍呀。所以我想着你这儿还能不能给弄到一些珍珠啊？正好咱们的利润也能多一点，不是吗？是这个理啊。行，这事我知道了。我也正琢磨着找块合适的池塘呢，我们自己养殖珍珠。那感情好啊！要是我们能自产珍珠，就省得从外面购买了，那省下一大笔钱呢。哎呀，只是这养殖的池塘却是不好找啊。这样吧，这几日我转转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哎，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小鱼啊，得亏了你，我的店铺才能保住啊。这次上县城，顺道带了点家里自己灌的香肠，自家亲戚家养的土猪喂的豆饼，肉结实着呢，我尝过了，好吃的很。谭工匠，你说你来一趟还给我带东西呢，这个我真不能收。小鱼啊，收下吧，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林小鱼也不是那种迂腐的人，从善如流地收下了唐工匠送来的东西。那行，我走了。您看看这里合适吗？我看看，水温太凉了，不适合。我再到别家转转吧。返程回家时，还没有走进家门口，就听见了一声泼辣的大嗓门和田小黎的声音：“不是，我小鱼姐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明明是你们欺负小鱼姐在先的。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林小鱼是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这么护着她？小鱼姐很好，小鱼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这个老婆子别胡乱编排小鱼姐。哦，我知道了，你个小丫头是林小鱼给我家老三纳的妾。好啊，大家都来看看，我老婆子在家生了孩子，捞不到口吃的，下不来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叫，结果吕承熙在这里娶了一个又一个，这真是瞎家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的命苦啊！你看，我说这家人不厚道吧，这不是他男人老娘都找上门来了。就是我们旁人听着呀也不落人呢，放着自家老娘不管，在这里买了个大宅子，还养了个孤老婆子呢。能养个非亲非故的人，也不去养自家老娘，这还算是个人吗？你们在放什么屁呢？舔着个脸就知道乱说呢。我家相公早就和吕老太断亲了，我们家和他们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呢。闲得没事干就扇自己2巴掌，省得在这里嚼舌根呢。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来让我家相公养你啊？用我把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当着大家面说出来吗？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就别来找我的茬，否则我就让你彻底的不安生。什么？断亲了？
没，别听林小鱼瞎说，吕承贤是我们自己家养的儿子，怎么舍得断亲？好啊，林小鱼，你不认我这个婆婆就算了，还想撺掇着我儿子吕承熙不认我这个娘，不认我们一家人，你这个心简直比蛇蝎还狠毒！放你娘的狗屁！大胖嫂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撸起袖子露出2条肥肥嘟嘟的胳膊，就要来揍吕老太。小鱼妹子的事我都是知道的，你们吕家做的忒不地道，连我这个外人也看不下去。要不是小鱼妹子自己有出息，现在早就在那个肉叶村被你们给搓磨死了。你胡说八道，简直胡说八道！我看你长这么肥，也是吃了林小鱼他家不少东西吧，沾了不少锅。要不我说你怎么这么维护他们呢？放你娘的狗屁！私吞儿子给老婆孩子的活命钱，自己在这偷偷买肉，像你这样的恶婆婆，怎么不去死一死？唉，小可怜儿，大人之间的矛盾毕竟与小孩无关，只是可怜了这小孩投错了地方，以后在吕老太家里还指不定被怎么搓磨呢。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还敢打我！大胖嫂子也不是个善茬，肥肉一抖，胳膊上一圈圈的肉抖开，2只胳膊像铁钩一样的狠狠地把吕老太一下子脸朝下摔在了地上。我让你再说，我让你再说，还敢不敢说小鱼妹子了？老早就看你这个死老太婆不顺眼，今天非要给你点教训不可！哎呦，打死人了，杀人了，都闪开！唰，融合了各种污秽之物的粪便，就这样一滴不漏地浇到了吕老太的头顶。林小鱼，你个小娘皮，我跟你拼了！被泼了满头满脸屎黄粪水的吕老太有如神助，甚至连林小鱼都甘拜下风，因为实在是惹不起呀。他不管不顾地想冲向林小鱼，结果被吕承行凌厉的眼神一扫，身体瞬间僵住。吕老太太撒泼般的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是做了什么孽呀？摊上这么个儿子和媳妇儿，让外人打他的亲娘，还对着亲娘泼粪水，老天爷呀，这上哪儿说理去啊？索性也就不在乎了，把手上的粪水使劲地往地上抹，边抹还边甩。哭了一会儿，见没有人理自己，只好又从原地爬起来，几步跑没了。呸呸呸！这会儿总算出了口恶气。看着满地的屎尿点子，实在没忍住，趴在一旁干呕起来。只可惜那个孩子了，太恶心了，不行，太恶心了！用力地掐了几把孩子。小崽子，别哭了，刚才不是在那个小娘皮怀里睡得安稳，我让你睡，我让你睡，我让你还敢向着外人！相公，你说要是吕老太隔三差五的过来闹一场，那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去吕家一趟。不行，你别出手了，像这样的事情你本来就不便插手，还是让我来办吧。女人之间的事情就要女人来解决。行了，别担心，多少次了我都能斗过他呢，你还怕我被他们欺负呀？娘子最厉害。那是。第二天，林小鱼就去找了刘把式的媳妇儿葛翠喜。这个老骚婆子也太过分了。说实在的，从那个刘大锤开始，我就和他积了仇，这辈子也解不开。但是你也知道，我家还有女儿要养，没空去和这老不休骂仗。不让你白去，你去了就把吕老太和刘把式那点事情说明白了，当着大家的面全部抖出来，这钱就是你的了。啊，真的给我钱啊？行，我信你，也不多，要你的1天20文钱当我的工钱，我保证搅得那个老贱人不得安宁。那就这么说定了，先预付你3天工钱，到时候表现得好的话，这袋子里剩下的钱就全是你的。你放心，这事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也算是为了我自己出一口恶气。我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心里也窝着火呢。吕家，水这么烫，是想要烫死我呀？娘，我得回去照顾大宝了。回去之后，吕老太和孩子就得了伤寒，一个两个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娘，病还没好，您这打算是往哪儿跑啊？老大，管好你那个不孝顺的媳妇，我去找林小鱼算账去。别哭了，我让你别哭。吕老太太心情本来就烦躁，听到婴儿吵闹的哭声，又用力地掐了几下。哟，这不是吕老太吗？要出村啊，交钱。交什么钱？出村费啊！
这可是大家伙都同意的。没钱，再说了，我出去又不是挣钱，不挣钱还用交出村费？你抢钱啊？当初大家伙都说好的交出村费，怎么单就你一个人不交？怎么你吕家是例外呀？还是不是人啊？你说谁不是人？当初我爹说了，咱们大家伙都同意了，就是为了这个出村费，还和林小鱼闹翻了。怎么，现在你吕家也想搬出村子，住到外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可1文钱都没少收，凭什么你吕老太出村就不收钱啊？就是，凭你脸皮大，凭你不要脸呐！哎，老吕头真是厉害呀，老了还能搞出个孩子来。你们，吕老太气得嘴唇都在哆嗦，一言不发地冲回了家。哎，那怎么不打了？等着吧，这回家叫人去了。哎呀，不看了，我家里还熬着粥呢。老大、老二，去村口评理去。这事儿大了，看到没？把儿子都叫来了。哎呀，有热闹看了，把我家那口子呀也叫出来看热闹。吕老太，我告诉你，你不交这个钱，带多少人来都不能让你出村。你说的狗屁！我出去又不是赚钱，不赚钱就不交。我记得村长可说了，我在旁边听得真的。这钱收了以后，可要发给村里人，和大家伙说，到现在谁家有谁收到1分钱没有？这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围观的村民们心里也有一把秤。就是啊，这吕老太也没说错呀，当初说给我们钱，怎么也不给我们了？是不是让你们家给私吞了？哼，克扣村里人的血汗钱，收到你们自己的腰包里，这事儿想得倒美。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今天没有个说法，我们这群人也要闹一闹，凭什么克扣我们的钱？这出村费已经进了自己的腰包，当然是不能再抠出来了。一个妇人窜了出来，一下子就夺走了在襁褓中的婴儿。柯翠琪，你个小贱人干什么？把孩子还给我！哎呦喂，你个老不休的老贱人，生的果然是那死鬼刘大锤的孩子。你咋知道的？就是这颗痣，那个死鬼刘大锤下巴这里也有一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看这孩子长得呀，可真是像极了那刘大锤。我看也像。就是，你看那颗痣长的方向，这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这孩子从远了看，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刘把式。你个小贱人，别他妈胡说八道！老娘这生的是吕家的种，跟你那死男人没有半分关系。好，那你让大家伙来看看，这小娃像不像刘大锤？吕老太心虚的厉害，一把就把孩子给夺了过来。你个不知羞的老贱人，这会儿倒是心虚上了哈？怎么做的时候也不要点脸呢？你家老李头现在还蒙在鼓里面做个乌龟老王八呢。这场闹剧以葛翠喜退场而结束。哼，你等着吧，不知羞的老贱人，以后我天天上你们家骂你。娘，这颗黑痣，那葛翠喜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脑袋被驴踢了，别人污蔑你老娘的话你也信？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蠢货？吕老大被吕老太指着鼻子骂，灰溜溜的摸了摸自己的头，也不敢再说什么。吕老太在面对吕老头的时候心虚的厉害，总觉得吕老头在怀疑他。我告诉你，别信外面人瞎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可爱，长得和咱家老大小时候一模一样，替他们放狗屁！你咋不说话？老了，好不容易又有了个娃，结果还被人这么编排，你可得为我们娘俩做主。行了，别哭了，我去邻居家弄点羊奶，下午让老大家的给你上街买条大鲫鱼，这老不下奶也不是个事儿啊。吕老头的老脸褶子都皱起来，不过到底没有怀疑吕老太，这让吕老太彻底的放了心。老吕头，上午的热闹你去看了没？什么热闹啊？你媳妇儿和刘把式他媳妇儿在村口闹了一架，好多人看热闹呢，都说你家娃那颗大黑痣和刘把式长得一模一样，那脸盘子也活脱脱是一个小刘把式。吕老头还是没有搭理刘大。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别媳妇儿给戴了顶绿帽子，你还在这儿眼巴巴的给别人养孩子，这可让人笑话死。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揍死你啊？刘大用手抹了抹脸上白花花的羊奶，握起拳头就揍在吕老头的鼻子上。老梆子还想打人，看我踹不死丫的！吕老头的年岁本来就要比刘大要老，现在又被踹到了侧腰，趴在地上像条死狗。没死吧？没死就给我起来滚出去！
这可是我家，以后别想再上我家来挤羊奶。我告诉你们，以后别再上我家来眼巴巴的求着羊奶喝。我家羊奶不给偷汉子的老贱人和乌龟老王八喝。周氏缩了缩脖子，已经看到了公爹，赶紧招呼着吕老大，把吕老头给搀扶了进去。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谁都欺负我们老吕家。周氏躲在自己小屋里面嘲讽道：“哼，活该！谁让你不要脸偷人，还打我罚跪，活该你妈没有奶喝。”刚给吕老头贴完狗皮膏药的吕老大回来，正好听到周氏的抱怨，本来就窝着一股火，少他妈给老子嚼舌根！我们家现在这么倒霉，全是你这个贱人咒的。周氏赶紧求饶，不过就是小声抱怨一句，怎么就这么倒霉，正好让吕老大给听见了呀。下午的时候，吕老头腰上贴了狗皮膏药，在家里躺着呻吟不止。不行，我得再去跟林小鱼要钱，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但是那个贱人有女儿要养，根本就没有功夫来和自己斗，肯定是林小鱼那个贱人撺掇，存心不让老吕家好过。哎呦，这就出来了，我正准备进去找你呢，老贱人！门外，葛翠喜老早就在这里等着，堵了吕老太一个措手不及。你娘的葛翠喜阴魂不散，你吃饱了撑的要来找老娘的麻烦。那林小鱼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使劲？我告诉你，老贱人，有我葛翠喜一天在你老吕家就别想安稳一天。你个死老太婆都50多岁了，还去抢别人的男人，不要个逼脸！你家乌龟王八老吕头哪儿去了啊？怎么不见他出来溜一溜啊？你这个疯狗，别乱攀车要人！我不和你说，你给我上开！我还没骂完呢，你上哪儿去啊？你这个老不要脸的东西，偷别人汉子你还有理了啊？活该！让咱们全村都来看看那死鬼刘大锤口味有多重，50多岁的老婆子他也下得去口。吕老太，告诉你家老吕头，别再舔着张大脸到我家求羊奶喝，给狗喝也不给你家喝。老贱人，有种你别跑啊！能做出那等肮脏事，就活该给大家看个热闹。怀里的婴儿因为没有吃到奶，饿得哇哇直叫。小崽子，哭个屁！吕老太有气没处发，把襁褓猛地甩开，照着小婴儿的屁股就啪啪啪几巴掌。娘，奶奶怎么总是打人？那么小的孩子经得住奶奶的打吗？哎呀，娘给你捂住耳朵，别听就好了啊！这么大个人用小婴儿出气，真不是个东西！我呸！奶奶坏，这么大人了还拿小婴儿出气呢！呸！到了最后，几乎听不见了。死一般的寂静之后，堂屋里传来吕老太太惊呼声，又是一阵的手忙脚乱。等到林小鱼再次去弱水村的时候，小鱼妹子，你是不知道这件事就是报应。那吕老头去邻居家借羊奶喝被打伤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呢。还有那个葛翠喜，就是刘把式的媳妇，天天的去老李家门口闹，骂得可难听了，也不知道这整天哪来的闲工夫。还说呢，那天我去看了那儿呢，那吕老太呀抱着小孩，应该是想去找小鱼你的麻烦，结果被葛翠喜呀堵了个正着，正好他家老驴头啊也伤了腰，没法出去，这一家人那个鸡飞狗跳的哦。不过说起来，这吕老太还真的是狠心，虎毒还不食子，自己生的孩子就能让这么饿，孩子饿了就得哭，哭了就打，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其他的我倒不在意，只是那个小婴儿现在怎么样了？小鱼妹子你心善，比吕老太那个亲娘都要心善。那天孩子哭的声音可大了，我在外面就听见你们在打孩子，哭了半天就没事了。过了一会儿，吕家老大就把大夫请过来了，应该是没事儿。有事儿这几天吕家也不能这么安静。听到那小婴儿没有事儿之后，林小鱼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能让这样打孩子呀，早晚会出事的。以后孩子打狠了就得报官处理，那好歹是一条人命呢，不能这样任由吕老太胡来。就算打得过分，这也是家事，县令是管大事的，能管咱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吗？啊，对，县令大人那可是大官，我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那肯定不会管的。放心吧，范县令是我们县里的父母官呢，而且打孩子虽然是司空见惯的家务事，但你们有谁见过打襁褓中的小婴儿吗？众人纷纷摇头。那就是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们就报范县令吧，不然闹出人命来也不好收场的。
毕竟那么个小婴儿，本来已经饿得哇哇叫，还要被自己的亲娘痛打，这也太惨了。要我说，这孩子托生在吕家也是倒了血霉了，这以后日子指不定怎么样。想想就可怜呐。和三姑六婆聊了一会儿天儿，林小鱼又去找了大头。大头，忙着晒海货呢。小鱼姐来了。这不是想着来看看你，怎么样，大头？你伯伯教的算赶海的时辰学会了吗？大头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自己的头，羞赧地说：“小鱼姐，你别看我头大，但说实话，我脑子比小航差远了。牛婆婆说的我大概理解了一些，但是又不能完全的理解。没关系的，这才多长时间啊？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也是正常的，别着急，慢慢来。这退潮涨潮的时间掌握不好，每次赶海的时候都要让村民早点走，这不就少捡了不少海货吗？这孩子会看眼色时辰，是个好材料。你做的对，但没有明确涨潮和退潮的时间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钱是挣不完的，命可只有一条，小心驶得万年船呢。小鱼姐，我会注意的。哦，对了，这几条大黄鱼你烧着，回去给秋秋他们煮着吃，我特意给你留着的。小鱼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剩下的呢，你留着或者自己吃也行。落叶村那些村民对村长是越来越不满了，他们出村都得要钱，还不如老老实实窝在家里种地呢。这几天我在村头上听着，那边的骂了好几回仗了。上次不是还说要出个章程规定怎么收费吗？出了吗？出个啥？那村长要是真的出了一个详细的章程，他怎么往自己家捞油水啊？你说是不是？小鱼姐，我们且看着吧。若叶村的村民和村长之间的矛盾，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到时候他们只管看热闹就好。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就算出门走亲戚也得交出村费，别跟我磨叽，赶紧麻溜的交钱走人，我们都别费唾沫星子。哎，咋的啦？哎，你们这一家还成恶霸地主了是吧？我们又不出去赚钱，交个屁的费呀！你让大家来评评理来，我们出村要交钱。哎，你儿子来来回回多少次了？我怎么没见你儿子交钱呢？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儿子没交钱？我呸！交个屁的钱呐！不都是你们自己家的呀？林小鱼眯了眯眼，黄氏就堵在出村的路口上，丝毫不让。他眼尖地发现了不远处的林小鱼，立着嗓子就吼：“什么恶主地吧？李翠花，你说口之前漱漱口，把你那张臭嘴给老娘洗干净！你们想想，当初为啥定这个出村费，还不是为了那个林小鱼？哟呵，这不是林小鱼回来了？你们都看看啊，就是因为他，你们才要交这个出村费，要不然哪来的这些事？就是。要不是林小鱼当初不愿意交赶海税，我们还用得着这样？近几日，黄氏因为这个出村费和若叶村的好几家村民都闹了不愉快，他也乐得祸水东引。林小鱼现在过得风生水起，连带着那倒霉蛋田小黎也吃香的喝辣的，顿顿有肉吃，还坐大马车。你们去交了那么多钱，不该找林小鱼要点补偿？走，这出村费就是因为林小鱼定的，我们交了那么多钱，得找他要回来钱。林小鱼，你现在过得也富裕，给我们1两银子也碍不到你什么。原来都是一个村的，我劝你善良一点。刚才气氛已经被挑起来了，怎么人都走了呀？哎，你别走啊你！别拉着我，要不到钱你赔我。简直有病！小林，我们走。我告诉你，别想趁乱出去，反正你住在这村子里，现在不交钱，等回来的时候交双倍。怎么样，交不交钱？拿着买棺材吧。哼！黄氏收了钱，眉开眼笑的也不阻拦李翠花了。深夜，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他探着脑袋左右看了看无人，拿出火折子就把干草垛给点了。本来是一点点的火星，借助风力，这干草垛几乎是一点就着，火烧得很旺。不一会儿，火苗就蔓延到了整间破庙。黄氏正睡着觉呢，鼻子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快起来，走水了！发什么了？快叫儿子！村长连看都没有看小黄氏和自家大孙子，两口子把儿子背在身上就冲出了破庙。你这个傻货，他上哪儿去？让他死在里面得了！这个乌鸦嘴！自从娶了他之后，我们家的日子就没消停过。就上次那个修路费，不都是从你媳妇搞出来的祸事？还有这次起火，肯定也是让你媳妇给克的。就算不救他，可我儿子还在里面呢。火势这么大，你就算进去也是个死。村长儿子不由得吓得后退了几步，比起媳妇儿和儿子，
还是自己的命比较重要啊？这就对了，媳妇儿可以再娶，儿子可以再生。这火八成就是从这干草垛着起来的，我看呀，就是有人想坏咱们家。我想起来了，白天的时候我和李翠花因为收储存费吵了一架，一定是他放的火，一定是白天刚吵了架，晚上咱家就出了这事儿，不是李翠花又会是谁？没有一个人想着冲进去把小皇室和他的孩子救出来，在他们心里早就默认这2个人已经死了。不过片刻，小皇室抱着孩子踉踉跄跄地从破庙里冲了出来。村民们在远处看到火光之后，纷纷地冲到了破庙这里。笑话，这么大的火，他们想救也救不了呀！别再伤着他们，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为村长家，哼，不值。快点救火！你们竟然不救我和我儿子！整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满身都是尘土，一双眼睛被浓烟熏得泪汪汪的发红。谁说不救你的？都看着呢，别红口白牙的瞎说。我们这不就准备进去救你，你自己跑出来了。胡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呢。刚才你们2个背着儿子就跑了，看都没看我一眼呢。姑姑，好歹我是你侄女儿啊，你好狠的心呐你！一串串的眼泪从小皇室的眼角处滴落。刚才小皇室确实是被浓雾熏得晕晕乎乎的不能动弹，但是不代表他的意识不清醒。村长，你们这一家子也太绝情了吧！好歹人家小皇室给你们生了个大胖孙子，还是你媳妇儿的亲侄女，你们这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狗都比你们重情啊！你哪只狗眼看到我们不救人了？是不是这把火就是你放的？哎，又是哪只狗眼看到是我们放的火的？天天克扣我们的血汗钱，指不定是哪个贝比走投无路，看你们家不顺眼，添了一把火。你再给我胡咧咧，看我不戳烂你的嘴！还嫌人丢的不够。这场大火本来火势就很大，再加上村里人根本就不用心救火，所以到天亮的时候才彻底被扑灭。然而一切都晚了。快给我去找大夫！没看见我脸都这个样子了吗？疼死了！你还想治？我告诉你，我们家现在没钱，上哪里抠出闲钱给你治伤？家里随便弄点草药抹抹得了。我们是亲国之药，我在你们家这么多年当牛做马的，半分怨言都没有，还给你们生了个大胖小子，现在你们就这么对我的？没让我儿子休了你，就是看在姑侄的份上，否则你以为还能在我家赖着不走？姑姑，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行了，我也不死皮赖脸在你们家了，今天我就和你儿子和离。行啊，不过不是和离，而是休妻。你别想从家里得任何东西。我还不稀罕你家的东西呢，再说都烧没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和离，听懂了吗？不行，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必须休妻。2个女人像呲着牙的猎狗，谁也不让谁。给你脸了是不是啊？拿着你的行李赶紧滚，老子今天就休了你。你们不和离是吧？好，那我就赖在你们家不走了，不想再换下一茬呢。娘，我脑袋出血了！你个小贱人，敢打我儿子，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和离，你是想让我们家丢这个人吗？想报复我们？没门！皇室扑倒在小皇室的身上，扯起他的头发就往地上砸。村长儿子也跟着上来，在小皇室身上毫不留情地踢了几脚。村长也抄起棍子，朝着小皇室的背部打了几个闷棍。哎呦喂天哪，都打出血来了！哎呦，快住手吧，住手吧！这真是让咱们看紧来了。不行，我得叫上我家那口子一块来看热闹。村长一家人打架，可忙坏了若叶村的村民。看什么看？都滚都滚！有什么好看的？村长，许你们呢，还不许我们看热闹啊？这是哪家的道理啊？就算你是村长，也不能不让我们看热闹，不是？几个人正撕扯间，远处一身红色官服的范子玲缓步走了过来。小皇室躺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泣。到底怎么回事？速速说来。对于这一家人，范县令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偷奸耍滑、中饱私囊、愚昧无知，就没有什么好词来形容他们。范大人，我要举报村长受贿。这小皇室今天是要破釜沉舟，和他们同归于尽吗？
村长的脸色也变了，头顶上冒了虚汗。范县令，我这媳妇儿刚才跟儿子闹矛盾，这不你也看见了，在这里撕扯，说的话都是报复我们，你千万别信。小黄氏扑通一声跪在范县令面前。平日里他们做的事情，我都亲眼看见了。哦，对了，还有以前村长制定的赶海税，就是针对林小鱼的。你说的这些，可有人证？县令大人，我说的话根本就不用怀疑，您不信可以问我们村子里的村民，都可以作证的。这个时候不落井下石，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县令大人，我们可以作证，我们都可以作证。这个赶海税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还有现在这个出村费，也是村长强制我们同意的。这个是村长呀，我们就是平民老百姓，哪里敢不同意呀？前几天不就是有个不交出村费的，结果被村长找的地痞无赖给打断了腿，现在还在床上躺着。放你们的狗屁！当时你们不是为了逼林小鱼交钱一起同意的吗？现在怎么能把责任往我们家身上推？你男是村长，我们不同意，还能在这个村子里好过吗？就是呀，县令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呀！你是若叶村的父母官呢，您不给我们做主，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呀！前一天和村长媳妇黄氏吵架的李翠花，冲到范县令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嚎啕大哭。哎呦，大人呐，你可为我们做主呀！我就出村看个亲戚，也不赚钱的，我们家还有孩子要养，老娘吃药，男人生病呢。就这样，村长的媳妇黄氏还生生让我们交出村费呀，就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呢。我家男人呢，就是那个被地痞无赖打断腿的，那个无赖贺刚还天天去家里骚扰我们娘俩呢。县令大人，你一定要为我们若叶村的村民做主呀！村长的脸色随着众人的话越来越白，简直和宣旨有的一拼。行，这事儿我知道了。当初这个出村费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大家都一致同意。可现在你们竟然不同意，那么从即日起便可彻底的废除。县令大人英明。以后谁再堵在村口肆意收取各种费用，一律按律处置。来人！是大人。把若叶村村长和黄氏带回府衙，登堂候审。是。村长和黄氏连动都不敢动，像鸡仔一样被捕快抓着就带走了。村长儿子当场傻在原地，回头看看村民，往日熟悉的能够随意欺压的若叶村村民，此时此刻已经完全的变了个样子。哼，活该，真是活该呢！这就是你们一家人的报应。村长儿子大怒之下，想上去暴揍小黄氏一顿。若叶村的村民可不管他是不是村长的儿子，先揍一顿出气再说。可恶！等我爹回来，我让我爹弄死你们！哼，平日欺负我们，今天风水轮流转，轮到我们报仇了。哼，你爹，他能不能回得来还不一定呢。别打脸，别打脸！你说村长和他媳妇儿还能出来吗？这事儿可不好说，就他贪了咱们那么多钱，也该让他进大狱了，打30大板长个教训。哎呀，小鱼妹子啊，你可算起来了，我们2个人呐，给你带了好消息过来了。还说呢，村长和他媳妇黄氏被范县令给抓走了，那出村费也给废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要我说，这也是活该。这村长当初让我们选他，就是为了让他带领我们大家伙富裕起来。你们看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除了把钱搂到自己家里，还做过什么好事没有？就是没做什么好事啊。这不，前天晚上听说半夜的时候啊，房子被人给点了。我听人说呀，村长2口子就救出了他儿子呢，媳妇儿和孙子都没管。最后那小黄氏出来的时候，半边脸都毁容了呢。唉，也是可怜。黄氏和小黄氏不是姑侄关系吗？怎么会见死不救呢？小鱼，村长那家人你还不知道是什么脾性吗？亲侄女儿的命有他们的儿子命重要吗？那倒也是。要不咱回去看看吧，反正这出村费也废除了。我房子还没有卖，回去看看也行，毕竟也在若叶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我们也算是衣锦还乡。我看行。村子里的人虽然讨厌吧，但
那毕竟是我的根呐。小鱼妹子，你是怎么想的？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也行，现在左右反正也无事，回去看看也无妨。那感情好啊，就这么说定了。咱回若叶村看看吧。听说村子里啊已经废除了出村费，连村长都被范县令给抓了呢。牛婆婆、李桂香他们都撺掇着我回去看看呢。不怕吗？怕什么？再说，这不是有你吗？有谁敢对我们起心思，我男人会饶了他呀？有我在，他们不敢伤害你。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呢。相公，有你在，我很安心的。哎呦，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呢。不过小鱼妹子收拾好了吗？现在要走了。可以了。几个人坐着林小鱼家的马车，梅恒好久都没有拉过这么多人了，走得有些慢。不过他们也不急，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走吧，先到婆婆家里。但是当他们出现在村里之后，立刻有村民都围了上来。林小鱼啊，你有什么脸再回我们村子里啊？就是啊，自己发达了就忘了村里人，现在村长都进去了，你还回来做什么？现在村里也没个村长，大家伙都憋成了这个样子，饭也吃不起，还不是怪你？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不知道悔改，还在一味的责怪别人。要我说，你们穷也是穷的活该，穷生奸计，穷山恶水出刁民啊！这句话说的真对呢。小鱼，以后我们不会回来了，这是最后一次看看这个村，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这里简直没有一个人是人。他娘的，村长都进去了啊！你们也是想进去蹲大狱了是吧？我告诉你们，谁敢再上来说小鱼一句不是的话，我这棍子可不认人呢。小叔娘，你是跟着林小鱼赚了大钱了，在县城里都买了房子，跟个狗似的，人家指哪就打哪。他娘说谁呢？就说你，跟在林小鱼后面像丫鬟一样。林小鱼，你就该重新住回我们的村子，就算不住回我们的村子，也得领着我们去赶海挣大钱。就是，村长进去了，我们的钱就该由你来还。有本事去找大头和小航，赶海的事情现在是他们在做，去啊！都愣着干嘛呢？去啊！怎么不去？不敢去是吧？像你们这样的人，一个个的都是欺软怕硬的贱皮子。我们不找他们俩，我们去找你。当我们傻呀？罪魁祸首就是你，要不是你，我们村能到这个地步吗？原来你们是不敢去找啊！别扯别的，赶紧给我们钱！不给我们钱，你就得教我们赶海。不敢是吧？就会柿子挑软的捏，对吧？我林小鱼也不是好惹的，你们如果再敢上来，不说我家男人吕成行饶不了你们，我这根鞭子也不可能放过你们的。吕成行挡在几人面前，目光凛然。在这种目光的震慑下，无人敢与吕成行对视。婆婆，我们走。小鱼，都是婆婆不好，要不是婆婆要回来，咱们也不会遇到这些事。牛婆婆，就是这村里人呐，一个个的都是贱皮子、白眼狼呢。没关系的，婆婆，我们就是回来看看，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又不能怎么样呢。就是，牛婆婆呀，你听小鱼妹子的，我们回来可不是为了他们呢，可别影响了好心情。正好我去割了猪肉，回来就回来了，总该吃顿饭的。哎呀，我看中午就做个猪肉土豆烩饭不错，不过这肉好像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分呐。啊，你再去割点肉来，这点肉根本不够我们分。这村里的人都不待见我们，你男人去割肉能割到吗？别再被难为了。没关系，他有办法的。小鱼男人是个有本事的，不用担心。若叶村的村民都围到了村口上说八卦，今天的八卦无一例外都是林小鱼。你看到他们去哪了吗？咱们就这么算了，那钱也不要了。估计是去牛婆子家里了，就他家房子还没卖呢，这钱得要啊，咋能不要呢？哼，真是的，欠了咱们这么多钱，这林小鱼也能安心？哎，你们看那是谁？吕成行去打猎了，怎么不理人呢？我看看这里是什么？哎呦喂，2只山鸡啊，1只鹿，这运气比咱都好啊！这开春了，动物都从山里跑出来了，
咱们就一个都没打到。吕成行，等会儿去你家蹭饭啊！要不说嘛，这人比人气死人呢。你们看我这脚啊，现在拄着拐呢，就是前阵子去打猎，撵兔子没撵上，撞树上了。哎呀，你还好意思说出来？吕成行面上没什么表情。哎，等会儿我去牛婆子家里看看，肯定能分我点好吃的。切，别做梦了，就林小鱼那吝啬样，不把你赶出来算好的了。他凭什么？出村费我交的最多，再说就一口吃的，凭什么不给我？好香啊，娘！爹什么时候回来？吃一个尝尝，味道怎么样？婆婆不饿，你先尝尝就行。婆婆就是怕饿着咱们秋秋。婆婆真好。啊，爹回来了！爹手里还提着鸡呢。爹，这2只山鸡好肥，你是从哪里打到的？背篓里是什么？为什么还长了2个角？小鱼男人可真厉害呀！我说这一会儿子上哪买肉去啊？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呢？原来是去打猎了呀！哎呦，这肥山鸡足够我们一大群人吃了。小鱼他男人，这刚开春，野味还没出来呢，你是怎么打到的？难道你在山上养了一窝野山鸡吗？像以前的鹧鸪一样？我用石子打的。我就知道，上次那3只兔子呀，你也是用石子打的。秋秋，吃饭了，就等你呢。等会儿啊，再做一个鹿肉烩饭给你吃。唉，没想到我老婆子孤苦了一辈子，老了，反而享起福来了。还是以前的东西，可就是不觉得凄凉了。可是我都不敢想啊，以前到底是怎么挨过来的。婆婆别哭了，秋秋以后一定会孝顺你。婆婆你不是一个人，你有秋秋哥哥、爹和娘。对了，还有小叔婶和李婶。牛婆婆呀，这让你说的我也难受了。你说，毕竟是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嘛，要不是村里人太坏呀，谁愿意搬走去人生地不熟的县城呢？你说说我，人老了讨人厌，提这些伤心的做什么？惹得你们也跟着我难受。所谓近乡情更怯，他们这是稻香也伤心呢。吃饭，婆婆、桂香嫂子、小叔娘，你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想想我们现在过的什么生活。这人呐，要往前看，以前的事情呢，只能算作是一个回忆，可以拿出来忆苦思甜，但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又隔了一会儿，老远的就听到外面吆喝起来，不是大人的声音，好像是一堆孩子在打群架。我咋听着里边有秋秋的声音呢？可别是这俩孩子出去被人给欺负了，这个村子里就没个好人呢，教出来的孩子也是。我们快去看看。你们凭什么打我哥哥？这猎物就是我爹自己打的，凭什么给你们吃？是秋秋。林小鱼赶紧冲了过去。娘！秋秋见林小鱼来了，凶狠的小表情立刻变得委屈巴巴的。告诉娘，怎么回事？还没等秋秋说话，刚才想冲上来打架的小胖子藏在他娘身后嚷道：你们家打的猎物就该分给我们吃呢，自个藏起来就是不行。这山头是我们大家的，凭什么你家男人打了山鸡还不给我们分分？你个王八蛋，这是小鱼妹子男人打的呢，凭什么分给你们呀？你们男人是没手没脚的吗？还是一家人都瘫痪了呀？得等人把饭喂到你们口里呢。小叔娘，你咋说话？你知我们家不是？是你们给脸不要脸呢。再说，就算你们一家子真瘫痪了，我们也不会给你们一口吃的呢。我们出来玩，这小胖子上来就推秋秋，还骂我们是白眼狼养的。哥哥不服气，跟他怼了几句。可是我觉得哥哥说的没错，人都是2只眼睛1张嘴巴，为什么他爹娘就那么没用，总想占别人小便宜？明明就是你们没有理。再说，你们又不是我们若叶村的人，凭什么上我们山里打猎物啊？不是若叶村的山。我们咋知道你红口白牙的说不是就不是啊？就是，不是若叶村的人还来我们村子里住，还去我们村子区域打猎，谁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哼，一家子白眼狼，连孩子都没有教养。你再说一遍。说就说，一家子。
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没王法了还？打的不是人，是畜生。那人还想上来还手，结果吕成行往林小鱼身前一站，就吓得缩到人群中，不服的叫嚣：“到我们村子欺负人，偷东西，你们还有理了？开春了，你们村根本就打不到猎物，怎么能说我爹这猎物是从若叶村打的呢？还有夫子说过，不问而取才叫偷。我刚才还看见他掏鸟蛋，他没有问过小鸟就去拿人家的蛋，也是小偷。我们……”准备看好戏的村民瞬间沉默了。小李真棒。娘，夫子说过，做人要起码的自尊，不要对人摇尾乞怜，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他们是不做人了吗？整个过程，秋秋跟小李条理清晰分明，怼的这些人没话可说。林小鱼心里别提多自豪了。多说无益，懒得和这些人废话。林小鱼看见他们就烦。几个人很快就返回了牛婆婆家。小李，这次表现不错，娘为你骄傲。告诉娘，刚才害怕吗？没有，不害怕，有哥哥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吃亏。就那个小胖子还让我们揍了几拳，这还是大头哥哥教我们的，他把自己好多绝招都教给了我们，秋秋试过了，很管用。娘的秋秋真厉害。不过小李、秋秋，你们要记住，以后呢，还是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才可以和这些人据理力争，懂吗？今天是这些人还来不及动手，你们想想，如果他们动手的话，你们是孩子，能打得过吗？两个孩子沉默了。没错，娘，今天有个大人还想打我，我看他手都扬起来了，幸亏看见娘你们来了才没有动手。混蛋，给娘说说是谁，娘饶不了他们。别担心我娘，他儿子就是那个小胖子，被我揍了几拳，哥哥踹了他几脚，你是不知道，他趴在地下的时候好像狗啃泥。哥哥比我厉害，我打了他3拳，哥哥踹了他4脚，这样的人就该打。小李，你听娘说，有一种职业呢叫壮师，就是通过自己的嘴给别人讨回公道。小李，以后想当壮师吗？那当壮师能挣大钱吗？那秋秋将来能做什么呢？你呀，外向的很，人人都喜欢，将来就和娘一样做生意吧。那做生意也能像娘一样赚大钱吗？呀，我家什么时候出了个小财迷呀？告诉娘，为什么想要挣大钱呢？秋秋是不是以后想赚了大钱给娘、给牛婆婆用啊？没错，要给爹娘和牛婆婆用。爹娘老了以后，秋秋要照顾爹娘，要守孝道。乖，娘不需要你挣什么大钱，只要你和哥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行了。娘，我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读书，将来考科举也要和范伯伯一样，当个为国为民的好官儿。好，原来我家小李的志向比娘还要大呢。吃饭也不耽误你们说话，快来吃饭，鹿肉烩饭出锅了。一股喷香扑鼻的肉味儿，让每个人的心里都暖和起来，香飘千里，自然也就吸引来了一些不速之客。这里不欢迎你。林小鱼挡在门前，皱着眉瞅着眼前的吕老太。你这小贱人说的什么话？我可听别人说了，这是老三打回来的东西，我这个当娘的在家里都没有肉吃，下不了奶，还不能吃一口了。怎么，你们还想打人？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媳妇儿打婆婆，这是大不孝啊！见人多起来，吕老太身上的气焰越发嚣张。她就不信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林小鱼这贱人还敢打自己。林小鱼，你婆婆不过是来跟你讨一碗饭吃，怎么就要挨你的打呢？你们家现在富得流油，顿顿白米饭吃肉，怎么就不能从手指里露一点给你婆婆呀？指责的声音排山倒海般的涌了过来，林小鱼的火气也上来了。吕老太，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吧。当初我脑子糊涂嫁过来的时候，你们家连个屁都没有。后来我家相公出海，挣回来的钱不都是贴补你们老吕家吗？我们娘3个见过什么钱呢？你胡说！当初是你自己倒贴，怪得了谁？是啊，我自己倒贴，但你们也没做人事呀。
我相公带回来的钱，不仅我们一分没有见到，我们娘俩3个都快饿死了。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知道我家孩子饿得前胸贴后背，瘦得跟麻杆似的？我都要被逼着去跳海，结果你们老吕家还巴巴往我们身上吸血呢，这事儿你没法抵赖的。这是当时我儿子愿意孝敬我这个老娘的，你管不着。是你自己不愿意带着孩子吃好吃的，天知道你是不是背着孩子自己偷偷的吃肉。是呀，是呀，他是要孝敬你这个老娘，孝敬的连自己的2个孩子都养不活呢，都5岁了，瘦得还像2、3岁的孩子，孝敬的自家媳妇孩子都活不下去了，媳妇要跳海呢。至于背着孩子偷偷吃肉，我看只有你这个老贱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吧。吕老太干瞪了瞪眼，这些事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越心虚，吼的嗓门就越高。跳海，你个小贱人，当初怎么不死在海里算了？现在来红口白牙的祸害人，还不如让老天爷收了你去。你这个老东西都没死呢，我怎么可能死啊？如果不出意外，你肯定是死在我前头的。放心，到时候啊，我一定会去给你买一副上好的棺材的。哼，我们村里的小媳妇儿怎么就没有别人跳海呀？怎么就单单你一个人去跳海啊？你当别人媳妇的时候，整日吃不饱，2个孩子饿得哇哇叫，还被恶婆婆数落，被妯娌刁难，你跳不跳海呀？我把饭倒在地上喂猫，也不会给你这个老东西一口。吕老太大喘着气，差点被林小鱼气得又再次翻白眼儿。村人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别人家笑话，让他们像3伏天吃了冰镇葡萄那样的全身都畅快。哎呀，还是我们家媳妇儿好，听话懂事儿，让她往东她往东，让她往西她往西，不像吕老太，哎呦，自己儿子断了亲，儿媳妇肉给猫吃都不给自家婆婆吃，这个婆婆是咋当的呀？连个儿媳妇都整治不了，我看这吕老太也是白瞎。我说吕老太，那娃娃到底是不是刘把式的呀？你给大家伙说说呗。对呀，我可听刘把式他媳妇儿葛翠喜说你家娃嘴角上有一颗一模一样的大黑痣，当然是我家老头的。再敢胡乱说，看我不撕烂你们的嘴！到底是心虚，吕老太小声嘟囔了几句，便灰溜溜的跑了。林小鱼，现在村里也不收出村费了，村长都进去了，你回来和大家伙一起赶海吧。当初大家伙一起出去赶海的时候多好啊，有说有笑的，那些矛盾咱就当过去了呗，以后乡里乡亲的好好处。滚！被气了个半死的吕老太艰难地回到了家，她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快步走到堂屋里，又狠狠地掐了孩子几下。孩子都快哭死了，也没有人管，都是死人啊！一个个吃的干饭，都不晓得给你们老娘去买点肉回来吃。娘，那钱不是你管着吗？我们哪里有钱去买肉啊？你有意见啊？我告诉你，钱要是我们2口子不管着，都叫你们给糟蹋没了，明天不过来。娘，哎呦，我知道错了，别打了，别打了！打了周氏半天，吕老太心里的火气终于消去了一点儿。知道错了。娘，以后我一定好好给咱家里干活，不让您生气。哼，这就是你作为我老吕家媳妇的本分。我告诉你，以后再不听话，再敢反驳婆婆，我就让老大打死你。看着周氏对自己做小伏低、轻言软语的求饶，吕老太心里不由得一阵得意。自己治不了林小鱼，还治不了这个老大媳妇儿。去，给我买几斤肉来，别抠抠搜搜的，多割点。周氏看着手里的钱发愣，吕老太又是一扫帚打了过去。愣着干什么？快去！好。你这个死婆娘，全家都捞不着一口肉吃，你还偷偷的去割肉。哎呀，这是娘给的钱，她让我去买的。什么？怎么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平时我们可都捞不着一口肉，娘倒好，自己买肉就是买一大条。快去给娘做肉，娘想吃就给买，废什么话呢？切，大宝还没捞着吃呢。
心不甘情不愿的周氏去给吕老太做猪肉了。端给吕老太的时候，周氏还偷偷的拿了几块猪肉，自己没敢吃，全部都塞给了儿子吕大宝。那快点吃，别让你奶奶看见了。太烫了，吃不下去。哎呀，那就藏起来，别让人看见了。怎么还不端过来？我都闻着肉味了，是不是在那偷吃？哎，这就来。娘，刚才这不是做出来要往盘子里倒吗？所以就慢了点儿。张嘴，我看看。算你有眼色，没偷吃。周氏在一旁馋得直咽唾沫，心里骂死了吕老太，嘴上却什么也不敢说，怕再被婆婆一顿打。端走吧。最后一仰头，把那油汤底子也喝了个干干净净。给你的钱不止买这点肉，剩下的肉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准给我偷吃。娘，您家大孙子好久都没有见荤腥了。吃就知道吃，大人还没吃饱呢，小孩子吃什么肉？再说我吃肉是用来下奶的，又不是为了我自个儿。不行，你把我割的那块肉拿来，我看看。迫于无奈，周氏只好用盘子把那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端到了吕老太面前。你个不长眼的，我让你割肉你就割这么多，这得花多少钱啊？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啊，这不是娘你让我多割的吗？我打死你个不长眼的，你个王八羔子！我让你多割肉你就多割肉，你自己不会看着买啊？以后我们家要是没饭吃，都是你做的，滚！别在这里碍我，看见你就烦。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快点死了算了呢？活着拖累别人，凭什么骂他呀？这老不死的在林小鱼面前半点大气儿不敢出，在自己面前就作威作福，早晚有一天会得到报应。乖乖，娘的乖乖。吃了肉，心情好，奶水也足，受了几天苦的孩子终于吃饱了饭，睡得也香，再也不叫吵闹的哇哇大哭了。吕老太是气儿顺了，可是吕老头在看到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堵得慌。我说老头子，你想什么呢？还不快来看看咱们的孩子？你看这鼻子这眼，真像咱老的小时候。吕老头看到这孩子一口气就上不来，他也不说话，气哼哼的就下地走了。你个死老头子，给我回来！回来！可是吕老头就像是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因为刚才吼的声音太大，刚睡着的孩子又被吓醒了，再次哇哇大哭起来。吕老太没地儿出气儿啊，就用手使劲地掐着孩子娇嫩的皮肤，胡乱地扯开已经包好的小被子，狠狠地对着婴儿屁股打了好几巴掌。别给老娘哭了，要不是你长这个大黑痣，还用得着这样？当初还不如让你死在肚子里算了，真是个讨债鬼。哎呀，又开始打了，这也能下得去手？你奶可心真狠呢，前天打了，今天又打，我看呢，早晚要出事儿。这肥猪肉可真香。娘，你弄的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臭？上面还有泥。太臭了，别过来了，等会娘做好了以后给你们吃。这叫皮蛋，闻着臭，吃着香。这能吃吗？娘，我们不会吃坏肚子吧？皮蛋是带皮的鸡蛋吗？这个皮是黄色的皮吗？当然不是啊，你看上面根本就没有皮的，只是裹了一层泥。娘，范伯伯来了。是有什么东西放坏了吗？怎么这么臭啊？啊，不是，我都不想做点皮蛋给孩子吃的，放着放着味道就出来了。范大人，你别嫌弃。哦，怪不得味道如此之大。我就站在这里和你说，是关于若叶村村长的事儿，处置已经下来了，总得让你知道。唉，这不是刚处理完公文，出来散散步，正好就到你家了，就别让我坐下了，这坐一天了，腰都疼。村长的诸多恶行，简直令人发指。贪墨受贿如此之多，简直就是朝廷的蛀虫。不过幸好发现的及时，损失还可以挽回。我已经废除村长职务，责打他们夫妻二人20大板，送去矿洞服徭役了。林小鱼听到村长终于被处置了，心里那块大石头也算是彻底放下。
是该废了，不然以后他会敛财敛得更加肆无忌惮的。也算是恶有恶报，那场大火烧光了他家里的所有值钱的家当，一点不剩。那他贪的那些钱？放心，没钱补偿，让他们夫妻2个去矿洞里干活20年抵债，什么时候把钱还清，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啊。范子玲点点头，就想着和林小鱼告辞。我刚腌制好的皮蛋，等会调个蘸酱，大人尝尝吧。这味道……范子玲的表情有些纠结，似乎是想拒绝，可又不太好意思。也好，在此谢过了。没关系的，这个东西啊，闻着臭，吃着香呢，真的没有那么难吃的。秋秋和小李已经被彻底熏跑了，连人影都没了。林小鱼不由得笑了笑，哼，这俩孩子。大人，您先在这里等一会儿。这做皮蛋的法子是你自己琢磨的吗？没错，我自己在家里瞎琢磨，就琢磨出这个吃法了。果然聪慧。您看，再往里面加点水，把这个皮蛋呢放进去搅碎了。大人，你要不要自己搅啊？其实用不到这么碎的。现在可否能够食用？可以。范子玲吃了一筷子已经拌好的皮蛋蘸酱，赞赏的不住点头。着实不错。那正好，大人，我给您已经包了一些皮蛋了，这次呀正好可以带回去。那就却之不恭了。送走了范子玲之后，林小鱼把已经做好的皮蛋蘸酱分给2个孩子吃了。刚才还嫌臭的俩孩子，这会儿吃得合不拢嘴，甚至连汤底子都要舔干净。四哥，你怎么来了？小妹，我走了好多地方，终于给你找了一处合适的池塘，就在秋红坳。是秋红坳？林小鱼心头一咯噔，他对秋红坳的印象并不好，上次讨小慧的事情，林小鱼还记忆犹新。小妹，走，和四哥去看看，四哥好不容易给你找到的地方。行，辛苦四哥了。好巧不巧的，两人去相看池塘的路上，就遇到了陶老头、陶老太。四哥，真是冤家路窄，我们快走，否则让他们看见我，指不定要做什么恶心的事情了。这不是林小鱼吗？怎么上我们秋红坳来了？好啊，你们还敢来？上次拐走我家闺女小慧的事儿还没跟你们算账呢。林四强一瞪眼，立刻护在自家妹妹身前，挡住了陶老头和陶老太。你家闺女是自己跑的，关我小妹什么事？要不是林小鱼，我家闺女能跑呀？你们来我们村里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林小鱼，你要想在秋红坳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不赔偿我们损失的话，这事儿啊，我就叫你干不成呢。陶老太，我告诉你，你们家如果敢使什么阴招，若叶村的村长就是你们的下场。再者，你们闺女陶小慧又不是傻的，不跑等着你们再卖给老头陈塘吗？闻言，陶老头、陶老太立刻噤声了。村里人八卦传得猛，传到谁嘴里，那八卦早就变了味儿。就是因为若叶村的村长得罪了林小鱼，林小鱼和范县令关系又好，所以才把村长下了大牢。你甭吓唬我们，只要你敢在秋红坳干什么事，有你好看的。暴躁的陶老头心虚地放下了狠话，拉着陶老太两个人跑得像是脚上装了风火轮。这两个恶心的老玩意儿。怎么样？这里的池塘，不管你是养鱼还是养虾，都没什么问题，保证养得又肥又大。行，这个池塘我承包了。小妹，这会不会太急了？不再多看看？不用，这个挺好的。四哥，谢谢你了。哎，对了，我们等会儿还要从秋红坳那里找一个有养鱼经验的人，否则呀就是瞎养呢。这个小妹你放心，我在秋红坳里有认识的人，我去找找他。林四强找了他一个朋友，这朋友叫王狗蛋儿，人长得壮实，一看就是老实憨厚人。辛苦小哥了。嘿，不辛苦不辛苦啊！这洪老头在我们村子里养了几十年的鱼，论经验，没有人比他更深了。有经验的好啊，
我这也想弄个鱼塘呢，自己也没啥经验，就得找人带带。谢谢你了。没事，我和四强是朋友，你又是四强的妹子，帮你也是应该的。红爷爷在家吗？狗蛋儿，有啥事儿直接说吧。红爷爷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在秋水澳那里承包了一方鱼塘，这不就想找村子里有经验的老人家带带我们。这位小兄弟说，您是这村子里呀最有经验养鱼的人了，我们就来找您了。这样啊，那你们算是找对人了。在这秋红澳养鱼的经验，我洪老头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你们买的是哪块鱼塘？是村口东头那片小池塘，刚定下来的。唉，可惜你们已经买下来了。如果买之前就问我，该多好啊！那片鱼塘啊，不适合养鱼的。当然不适合养鱼了，我本来就是为了养殖蚌珠的嘛。那这个工钱……洪老头瞅了一眼林小鱼，试探着说：“你也知道啊，弄这个事儿啊，比较费精力。我老头子年纪又大了，要不是狗蛋这娃子找我，我也不会答应这件事儿。”这个您放心，您看1天30文钱如何？洪老头没有犹豫，直接就答应了。需要什么时候上工？上工时间还不一定，这样我先预付你1半的工钱吧，咱就当定金了。放心，我老头子干了一辈子，你既然这么信任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你是秋田澳村里林老头家的老闺女吧？那天陶家闺女小慧陈堂的时候，我见过你。老头子知道你是个好人，肯定不会让我吃亏的。行，那我们就先走了。上工时间到时候呢，我4哥会来通知你的。哎，对了，如果陶老头、陶老太来问您的话，那2口子在我们秋红澳这里，自己人也不待见。如果他们来问，老头子我一个字也不会透露出去，这个你放心。好。几个人告别了洪老头，林小鱼再三感谢了王狗蛋。陶老头在前面跑得飞快，陶老太太在后面鞋都跑掉了半只。死老头子，跑那么快，不等等我呢？不过个个倒是脸色铁青，一副讨债鬼的样子。他们这是怎么了？偷了人家鸡被撵了？不是，上次陶小慧不是跑了吗？葛老太儿子葛小明的名声也彻底毁了，葛老太气得不得了，天天上门催着要钱。这些人都是葛老太家的？当然不是，在这之前，陶家还把闺女许了几户人家，收了不少彩礼。现在闺女跑了，这几家人可不得天天堵着上门讨债，日子惨着呢。活该。看样子是堵门去了，我们也走吧，没什么好看的。陶老头和陶老太在家里躲了半天。老头子，没人了吧？都走了。哎呦，可吓死我了，好歹跟着去瞅了一眼呢。等会儿咱们看看，要是真没人呢，就去那个洪老头那里问问，说不定啊还能套出话来呢。哎呦，刚做的新鞋子就这么跑丢了，都怪林小鱼那小贱人呢。你看，这是新缎子面的呢，花了不少钱。行了，别说了，等会儿捡回来就是了。我就猜你们2口子要来找我。我说洪老头，你可别被那林小鱼给骗了呀！就是因为他呢，我们家小慧呀才会做出和葛小明私奔的事儿，就是他教唆的呢。后来又装好人，还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别以为我老头子傻，你们家那点事儿，全秋红澳谁不知道？滚滚滚！别站在我家门前污染了地方！嘿，你个死老头啊！哎，不滚我叫人了啊！那些追债的可盯着你们呢。洪老头张嘴就要叫人，见势不好，陶老头和陶老太赶紧跑了。
据说这事儿可以包在我的身上，我有一把子力气的。小鱼姐，你不用自己去挖的。拖着板车去吧，要带兜的，多装点。小鱼姐，你要这淤泥做什么呀？先放到车上，河蚌要吃藻类，这个藻类啊，就是靠着河底的淤泥才能长得又多又好。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挖淤泥了吧？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小鱼姐，还是你脑子聪明，我压根就没想到这茬。满头大汗的大头正准备推着车子回去。小鱼姐，那个不是村长的儿子吗？可不就是村长儿子吗？别理他。林小鱼已经猜到村长儿子找的是什么，当时就听人说，村长一家人在这块山地找珍珠，几乎都找疯了。放心，小鱼姐，如果他敢上来找茬，我大头也不是好惹的。结果正好在经过村长儿子时，他弯腰起来。你想干什么呀？好啊，林小鱼，你居然和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来我们村子里偷东西。放下板车就把村长儿子给揍了一顿。哥，都这个小贱人！我告诉你，这一招叫以毒攻毒，以臭治臭啊！哼，看你的嘴和污泥到底哪个臭呢？小玉姐干得好，我小玉姐说的对，正好用这河里的淤泥洗洗你的臭嘴。要说起来，你这臭嘴还脏了我这淤泥呢。村长儿子捂着胸口，弯腰咳了半天。人在做，天在看，活该！李小鱼，你个小贱人，别想别想把这污泥越回去，这里面是不是藏着珍珠啊？你爹和你娘已经被范县令送去挖矿了，好心告诉你，他们要挖满足20年才能出来。难道你也想被送去挖矿吗？一头扑进淤泥里胡乱翻着污泥的村长儿子身子猛然僵住。滚！否则下一个被送去矿洞的人就是你了。他浑身打着哆嗦，也不顾自己满头满脸的脏污，像疯子一样的跑了。只是刚跑了几步，就被一个妇人挡住了去路。村长儿子正发疯呢，才不管对方是谁，一脚就把这女人踹翻在地。相公，求您了，咱爹咱娘都已经去矿洞挖矿了，如果你再不回来，这个家就要散了呀！别走，相公别走，等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行不行？我和儿子都在家里等着你呢。滚开，别挡着我发财！村长儿子一脚又一脚地往小黄氏的身上踹，丝毫没收着力气，似乎要把刚才在李小鱼那里受的气都发泄出来。相公，怎么不找珍珠了？一步登天的事情哪有这么好呀？咱别找了，回家吧。我踹死你这个乌鸦嘴！我逗着你！我们家现在才家破人亡的，李小鱼，你给我等着！我早晚要挖出珍珠来发财，到时候你们都得羡慕死我！哼！李小鱼作为一个围观者也看不下去了，立刻给我滚，否则下一个去挖矿洞的人就是你了。我滚，我马上滚！村长儿子跑了之后，小黄氏趴在地上，用手撑着地，爬了半天没爬起来。大头，你去扶他一把。谢谢。你站住！我劝你一句，天底下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没必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而且你家娃还小，也不记事，倒不如给他找一个能负起责任的好爹呢。大头，我们走。如果有能够良言劝诫自己的人，也许他就不会上了徐邦峰的贼船，最后死得那么惨，连带着一对儿女也命丧黄泉。林小鱼，以前的事情对不起了，谢谢你和我说这些。小鱼姐，要我说那小黄氏就是活该，你干嘛还要劝他呀？见他可怜罢了。小鱼姐，你人真好。这不是林小鱼吗？拖了一车子淤泥，这是要去哪儿啊？这是要往河里倒吧？是要在我们秋红坳养鱼吗？林小鱼，能不能也带我们村一起发个财？还发财？小心林小鱼把你们送进去吃牢饭！需不需要人手啊？我家男人早几年也养过鱼，能帮上忙呢。
林小鱼没有理会恶意嘲讽的话。行，我这就去看看。两人一路走着，就到了村东头那方小池塘。大头正推着一车的淤泥在那里等着。洪爷爷，您先看看这些淤泥吧。我想让您把这鱼塘里的淤泥都改造成这个样子。不行啊，这种淤泥根本养不好鱼。林家闺女，你还是不要弄了。没关系的，您就照我说的来，其他的先别问了。行，放心。这是这几天的工钱，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能上工了。这有点不好吧？我还没干活呢，就拿这么多钱，要不还是干一天，再给我1天的工钱？没关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洪爷爷，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我不会说什么的。这话让洪老头十分受用。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坐着马车就返回了县城。秋红坳的村民都伸着头往外看林小鱼的大马车。嗨，我们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这马车？哟，还买得起马车呢？驴车都买不起，下辈子就做梦买吧。哎，我刚才偷偷跟着去看了这林小鱼，就是要在我们秋红坳这一方小池塘养鱼。这下可好了，我们大家伙都可以求求林小鱼，跟着一块帮忙赚钱。听说伙食管够，以前跟着林小鱼的人都发财了，还在县城买了大房子。陶老太混在人群中也不敢说话，她眼神怨毒地看着坐着马车远去的林小鱼，一口牙齿差点咬碎。死老头子，林小鱼真要在咱们村子里养鱼呢？好个林小鱼呀，把我们家害成这个样子，还敢在我们秋红坳养鱼？哎呦，你说这废话管什么用啊？林小鱼找了洪老头，那老头养鱼经验足着呢，他这次呀，肯定是要在咱们村子里发财了。林小鱼不是养鱼吗？洪老头养鱼的经验是足，但他经验再足，能治得好被毒死的鱼吗？你是想毒死他的鱼？没错，下毒毒死那些鱼，水也被污染了。我看他还怎么养。林小鱼这个小贱人，要不是他讨小惠，还能卖几个人家？我们家早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能被催着追债吗？哼，如果不是林小鱼和范县令关系好，死了麻烦，本该被毒死的就是他。老大，别乱说了啊，杀人可是要砍头的呢。我们要是把他鱼给毒死，会不会和那若叶村的村长一样去吃牢饭呢？就不会手脚做得干净利落点，非要让人知道是咱们家下的毒啊！你这个蠢老婆子！爹，您放心，这件事包给我们兄弟俩，保证让林小鱼这鱼塘不仅挣不了钱，还能把本儿都赔进去。小鱼姐，现在客人去了我们楼里，就指明要皮蛋蘸酱吃，都供不应求呢。小鱼姐，我们林大厨还问你，皮蛋除了蘸酱，还有什么别的制作方法吗？小财迷，相公，这个皮蛋居然赚了这么多钱呢？怎么办呢？我赚的钱都要比娘子还少了。娘子说，这可怎么好啊？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美貌如花，这不就结啦？好。两人正温存期间，外面有人叫门。吕成行去开门，就见一脸惊慌的洪老头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怎么了？怎么了？是鱼塘出什么事了吗？今早我去池塘里看鱼，好好的鱼个个都翻了白肚皮。林小鱼心下一沉，连忙说：洪爷爷，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那淤泥出了问题，所以才死了鱼啊？洪老头拧着眉，本来眯缝着的眼睛似乎更加睁不开了。那些淤泥就算不适合养鱼，也不可能一晚上就把那么多大活鱼给弄死。我怀疑呀，是有人给塘里投毒。投毒？那么多活生生的鱼呀，都给毒死了，这得多大毒的心思！洪爷爷，你先回去看着，这件事情我要报官。林家闺女儿，老头子我能力不济，看不好鱼塘，这钱我得还给你。至于赔偿，能不能再缓些日子？不用，这不怪你，洪爷爷，不用你赔偿。
这不行的。既然是谁投的毒，谁来赔了。打发吕成行用马车把洪老头送了回去，林小鱼直接没犹豫的就去找了范子玲。您稍等会儿，小的立刻去禀报县令大人。不需多时，一身藏蓝长衫的范子玲从门内迎了出来。小嫂子来了，少爷赶紧把人家让进来。人家小嫂子可是对我们有大恩呐，怎么好意思就让人家在这里干等呢？下次林小鱼来，直接让他进来，不用通报。是大人。小嫂子，上次我病着，没办法跟您亲自道谢，现在我老头子就在这儿谢过了。要不是那天有小嫂子在，我这把老骨头啊，可就要进土了。那天我正巧在，遇到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能不管的。傅伯，你别想太多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还是你这小嫂子会说话。三人又是寒暄了一番，林小鱼便说清了自己的来意。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是想请范大人帮忙的。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一定鼎力相助。前些日子我在秋红坳承包了一片小池塘，结果今日替我看池塘的人来报，说鱼全死了。这人是村里养鱼的老把式，凭他的经验便猜测出这鱼是被人投毒而死。范子玲眉头拧了起来。投毒？没错，所以我想请大人帮我查清这件事情。小嫂子你放心啊，这件事情本官一定会替你查个水落石出，挖出这投毒的幕后之人呢。少爷，这人的心思也太歹毒了。范子玲脸色铁青，这次能下毒害鱼，如果不严加惩治，下次毒的可就是人了。事不宜迟，本官立刻跟你去一趟秋红坳。大人，等到了秋红坳，如果查不到线索人证，到时候呢，我会现场表演一个戏法，需要您的同意。可以。高头大马，身后带着几个捕快，一身正红色官袍的范子玲亲自到了秋红坳。叩见县令大人。就见村长领着全村老老少少。本官这次来是调查一则案件，希望你们都配合。范子玲扬手一挥，官威十足，连李小鱼也不禁赞叹一句：好强的气场。配合配合，我们绝对配合县令大人。有什么要查的，您就尽管问。林小鱼，前面带路。是大人。众人骇然地发现，池塘上面飘了一个个翻着肚皮的大鱼。这林小鱼怎么刚煲鱼塘，这鱼就死了个干净？也不知道能不能咱们带回去吃几条呢？这又大又肥的鱼，平时可花不少钱呢。快闭嘴吧！你看那腹鳍都是张开的，你要是吃了，就和那个鱼一样翻白肚皮。哎呀，可不是嘛！林小鱼站在池塘旁，一个个的都变成了这副样子，心口里就像堵着一座火山，烧得慌。不用难过，我会再买一批鱼苗的。如果不喜欢这个池塘的话，我们可以再换呢。洪老伯何在？洪老头对范子玲行了礼。你是看池塘的人，就由你把整个经过说一遍。是大人。自从我上宫以来，每天都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回头看却不见人。我以为有人要偷鱼，就天天在这里看着。昨天实在累得受不了，就回家睡了一晚。结果第二天到这儿一看，好好的鱼就全死了。这也就是毫无线索可循。林小鱼顺着人群找到陶老太和陶老头，这两个老家伙一脸的轻松，似乎也松了一口气。哼，先让你们得意去吧。县令大人，这鱼呀是被人恶意毒死的。一般鱼正常死亡后，腹鳍是紧贴肚皮的。大人您看，这鱼的鳃不仅灰白，这里还出血了，眼睛上也有层灰白色的幕，这很明显呐，就是被毒死的。不错呀，我看这条池塘里的鱼还有几条抱着肚子呢。之前我们村子里也有用药毒死鱼的，就这种样子。好，不错。可有人看见是谁投毒？范子玲和林小鱼对了个眼色，果然同他们所说的一样，没有人愿意出来作证。范大人，民女有一法子，可以测出谁是下毒之人。说来听听。之前老家听闻有种法子叫换魂之术，
一般呢是用来召唤丢失了魂的小孩子。不过这种方法变通了之后，还可以用来召唤已经故去的灵魂。神神叨叨的，想吓死谁啊？你还别说，真有这种事儿。我家娃小时候夜里出去，回来吓得就直哭还发烧，最后也是找先生才治好的。我娘也给我讲过，说人死后有灵。所谓万物皆有灵，这死去的鱼自然也是有灵魂的。谁家有个包袱，请借我一个。啊，我这有，谢谢。相公，你去池塘里捡2条大鱼。林小鱼从身上掏出了一张朱砂描绘的黄符，打了个响指，唰的一声，黄符无火自燃。奇怪的是，黄符并没有因此熄灭。你们看见了吗？吓死人了！这个林小鱼会妖法，刚才明明没有火，怎么就着了？难道真的是有灵？这青天白日的，真是见鬼了呀！当然，我说过，万物有灵。这法子就是所有的村民都把手放在任意一个鱼头上，用眼睛盯着这鱼眼睛，我数10个数，到10才可以放开。到时候谁手上有血，谁就是投毒之人。话音刚落，陶老头便扯着陶老太和2个儿子想偷偷的溜走，结果刚走出人群，就被2个带了刀的捕快给挡了回去。这简直就是胡说瞎说！我们家里还煮着排骨呢，不让我回去，等排骨糊了，谁来赔我家的肉啊？县令大人呐，你可不能听林小鱼瞎整啊！这些法子简直就是装神弄鬼呢！怎么，你们不敢试吗？你个小……到时候我们手上没血，你必须要赔我们家几斤上好的猪排骨。可以，到时候你们陶家的人如果摸过鱼，手上没有血，我给你们5斤排骨。村长，开始吧。他第一个就上去，把自己的右手放在鱼身上。1、2、3、10。村长把自己的手举起来，众人看见没有血，村长的嫌疑便排除了。秋红坳的所有村民都在林小鱼的报数声中摸鱼完毕，一个都没有问题。怎么，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敢面对死去的鬼魂吗？他打的就是心理战。有什么不敢摸的？我们陶家又没做亏心事儿。这鱼刚才都告诉我了，投生处已经很惨了，结果还被人害死，现在在18层地狱下油锅，被野狗咬，被刀砍拔舌，现在好不容易被我招上来，定要向毒死自己的人报仇，也要让仇人陪他一起去尝尝地狱的滋味。你别吓唬我了，我不怕你呢。哦，真的吗？身子抖得像是筛糠，如果不是还被捕快抓着，早已经瘫软在地。古代祭祀殉葬不断，尤其是在农村更加愚昧，也就更相信这些了。围观的村民都看起了热闹。陶老太，真是你家做的呀？你家心思怎么这么歹毒呢？也不怕这鱼真的上来找你报仇？可吓死人了！我刚才去摸鱼的时候，好像还看到这鱼的眼睛动了。陶老太本该已经被林小鱼吓破了胆，现在听到这些人的话，心里越发的虚。哦，真的不怕吗？立刻强制性的把他的手就往大鱼的眼珠上按。哎呀，别杀我，我还不想下去呢。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害死你呀。你到底是怎么害死这些鱼的？说吧，说出来，或许我还能帮你求个情，让他不杀你。否则，陶老太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只能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央求：“别杀我，别杀我！我说，都是老二出的这个主意呀！说买耗子要毒死这些鱼，这都是老二做的决定，动的手啊！我是真的一点事儿没干呢！我，林小鱼，你帮我和这些鱼求求情吧，让他们别杀我呀！”死老太婆，你是傻了不成？净说些梦话。事到如今，却还是抵死不承认。陶家的，你们还有什么可说？陶老大狡辩：“大人，我娘胆子小，被林小鱼这么一吓，自然胡言乱语，不能信的。”大人，再说仅凭我娘的一面之词，怎么就能断定这事是我们家做的呢？捕快头回来复命，手里还抓着一个瘦小的男子。李平，你个偷鸡摸狗的东西，赶紧的，
还我家鸡来！这个王八蛋偷了我们村这么多东西呢，怎么还活着呀？头也不敢抬起来，一看就是惯偷。县令大人，我们去搜索陶家的时候一无所获，不过却发现这个人在陶家门口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退起进行搜身。结果一搜之下，便搜出了这个。一个纸包被拿了出来，打开之后露出了粉色的沫子。这就是耗子药，我们村里的人之前毒老鼠就是用的这种药。没错了，之前我家有耗子的时候，用这个粉末贼好用，死得可快了。林小鱼，这下真相大白了吧？我家根本就没有耗子药，就是这小偷李平下的毒。等下赶紧赔我们5斤排骨，要肉多的。林小鱼，大家伙都看着呢，你可不能耍赖呢。这贼眉鼠眼的男子扑通一声跪倒在范子林面前。李平，既然你口说冤枉，那本官便听听你的冤枉从何而来。若有半句虚言，立刻责打30大板。回禀大人，前天陶老二偷偷摸摸的找我，让我给带几包毒药。我当时不想答应我，你说好人家要什么毒药啊？别再去做什么恶事。结果他说他家里有耗子闹，要东西，这求了我半天呢，我才给他弄到几包的。那你为何今天又拿着耗子药出现在陶家门口？回禀大人，不是出了这事我才知道，这陶老二是买耗子药去毒死人家的鱼呀。我怕自己受到牵连，就赶紧把毒药从他家里偷出来，省得牵连到我自己。陶家人疯了，陶老二和陶老大奋力地挣扎起来。放开！3个人围着打这个李平，李平被打得嗷嗷惨叫，却还是口喊冤枉。我打死你个狗东西，敢诬赖我家，我踹死你！这人言语间多有不实，拖下去先责打10大板。是。李平赶紧又从衣袖里拿出一副字据。大人，我有物证，这是当初我把耗子药卖给陶老二，他和他爹陶老头亲笔签字的，您看看，这是他们的字迹。当时我就害怕他们买了药去毒害人，再牵连到我，所以就让他立了字据。呈上来。没错，这就是陶家老二的字体，我见过的，写的跟狗爬一样难看。就是陶家老二的，陶老头的我也见过，上次他家给我的欠条我还留着呢。一个个秋红坳的村民出来作证了，陶家一家人面如死灰。事已查明，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别杀我，别杀我，不是我害的，别杀我！陶家父子3人皆低头不语，似乎已经认命。事情水落石出了，他也轻松了不少，却没有注意到陶老二面色怨毒，手里拿着一把不知从何掏出来的匕首冲了过来。去死吧，小贱人！林小鱼此时想躲，已经躲不了了，眼见着匕首就朝自己胸口扎了过来，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难道自己的穿越就这么草率地结束了吗？死在这种人的手中，也未免太可笑了吗？砰的一声，吕成行飞起一脚，狠狠地把陶老二整个人横飞了出去。池塘里泛起了巨大的水花，陶老二在水里拼命地乱扑腾，挣扎着大喊救命。陶老二要淹死了！陶老太依旧浑浑噩噩，嘴里不停地叨叨念念。陶老头和陶老大冲到池塘边上，拼命地喊叫：哎呀，老二啊！大哥。秋红坳靠着山，这里的村民大都不会水。村民们纷纷议论着，陶家人真心狠呐，竟然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弟弟亲儿子淹死而不去救。陶老头心虚的一个劲儿地指责林小鱼：林小鱼，我家老二死了，就是你害死的，还欲报复我家，让我家老二爬上来向你报仇。你家陶老二还没死呢，这就哭上丧了。你这个小贱人，我打死你！吕成行抓住他的胳膊，一甩手就抛了出去。范子林才命令手下把陶老二从池塘里捞了出来。我的儿啊！几口水吐出来，脸色苍白的陶老二虚弱地睁开眼睛。你们所做之事实在令人不齿，竟能因妒恨投毒，损坏别人财物，
被揭发后不仅不悔过，反而谋害他人，简直罪无可恕。现本官罚你们赔偿林小鱼租赁池塘双倍的钱，当众杖责40，关入牢狱5年反省，可有异议？陶家人赶紧叩头谢恩，哪里敢有半分异议呀？爹，我好疼啊！陶老大被打得嗷嗷直叫，不断的挣扎。活该！陶老头被打了30棍之后就晕了过去，剩下10棍等人醒了再打，拖回去。不是我杀的，别害我，我不要下18层地狱呀！最后只有陶老大和陶老二被完完整整的打完了40棍，陶家人被衙役们拖着走了。怎么罚的这么？别乱说话！再说，陶家人这也是罪有应得呢，偷毒害死鱼不说，要是咱村里的人呐，抓了这河里的鱼吃了以后出事儿了，这就不是毒死鱼，那是毒死人了。林小鱼，你可真有面子，自家池塘的鱼被人毒死了，还有县令大人替你做主，我们这些乡下人今天可算是开了眼了。对啊，林小鱼，你刚才那道符是怎么燃起来的呀？我们回去。两人掉头就走。这是瞧不起人呐！我看他这个鱼被陶家的毒死，也是他自己找的，心肠这么坏，这也是报应。你说陶家这口子真能被关上5年大狱？不然呢？你以为县令大人说着和你玩啊？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小鱼，算了。林小鱼知道吕成行是生气了，可是不知道他到底生的是哪门子气。相公，是因为吃范大人的醋吗？吕成行还是没有回应。林小鱼扑哧一声笑了，这男人多大了，都是2个孩子的爹了，怎么还这么幼稚啊？别生气，你在我林小鱼眼中是相公，是2个孩子的亲爹呢，是一直站在我身后保护我的人，没有人能和你比的。这话一出，吕成行的脸瞬间阴转晴。娘，你终于醒了。娘，你和爹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累？我来的时候都是爹把你从马车上抱下来的，我还看见爹亲你了呢。娘，这吕成行，娘，我这次课业考到了甲等，甲等是第1，是最好的成绩。娘就知道我家小黎呀最是厉害了。哥哥考了甲等，那我家秋秋考了哪个名次啊？娘，我比哥哥差一点，是乙等。那也不错，别气馁，下次呢我们再努力一点。秋秋，你要记住啊，科举虽然是男儿的事情，但要像娘一样去做大生意赚大钱。对，秋秋以后要赚大钱，给哥哥，给爹娘，给牛婆婆。对了，还要给小满、外婆和外公。但是秋秋，你要知道，赚大钱的前提呢，是你得有个聪明的脑子。要有聪明的脑子的前提呢，是有足够的知识充实大脑。所以你懂了吗？我懂了，娘。也就是以后要挣大钱，秋秋必须要好好学习知识，对吗？秋秋真聪明。娘跟你说啊，以前呢有个叫李清照的姐姐，爹娘啊都是读书人，所以她也从小读书识字。因为诗词写得很好，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厉害的朋友。娘，是像范伯伯那样厉害的朋友吗？没错，是有很多和范伯伯一样的朋友呢。后来呀就赚钱发了大财，嫁了个很好的相公，美满一生呢。至于李清照后来那悲惨流离半生的故事，加了一个做生意发大财，只希望李清照的棺材板能够压得住。娘，我以后也要当像李清照姐姐这样的人，读书学知识赚大钱，还要学诗词，还要交到许多许多和范伯伯一样厉害的朋友。我怎么没听过李清照呢？我也算饱读诗书啊，怎么书中从未提过此人？林小鱼不由得尴尬。没听过，那自然是你读书读的还不够多呀。是爹读的书不够多。对，是爹读的书不够多。刚才我还说的，以后不准再拆我台了。好。若叶村，老头子，我说你整是把这个脸给谁看？那个葛翠喜你又不是不知道，还拿他的话当真。吕老太心情不好，当着吕老头的面使劲掐了这孩子几下。你个死老头子，我跟你这么多年，给你生了3个儿子，你还不相信我，还要去相信一个外人，良心真是让狗给吃了，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吕老头捂着胸口，撕心裂肺地咳起来，简直要把肺都咳出来。老头子，你没事吧？都说了让你少抽些烟，少抽些烟，你就是不听。你别走！话还没说完，吕老头闷闷地拿着烟袋锅就走了出去。吕老太不由得暴跳如雷，把怒气全部发泄在了婴儿身上。哎呀，这3天2头的闹，还让不让人清静了？吕老太直接不管婴儿，下地就去了村头。村里在竞选村长呢，得赶紧给老大报个名。要是真选上村长了，少不得往家里面捞油水。给我家老大也报个名。王金花正在这看热闹呢。吕老太，怎么不在家看着刘把式的小娃？那天我走在外头，都听见你家小娃嗷嗷的哭。我告诉你，你要是对小娃不好，小心他今天刘把式从地下跑出来找你算账。你胡说什么呢？我生的就是老吕家的种，你再胡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吕老太被气得呼呼喘气，若叶村的村民来填报村长姓名的，都在旁边笑着看热闹。还老吕家的种，大家伙都心知肚明。你个老不要脸的东西，真给你男人丢脸！你个死！自己儿子这刚报上竞选村长，现在他这个当娘的绝对不能给儿子拖后腿。你个贱人，不和你计较！你敢和我计较？吕老太也不理他，快速走回了家中。回家也没有去看那哭得已经没了声音的小婴儿。老李家的在家呢，我给你们送一把小芹菜。李富贵横了吕老太一眼：“你有事啊？”“有事有事，你收了我家的芹菜，选村长可要投我儿子一票。”“哪有你这么拉票的？再说了，你家老大那个样子能当村长吗？”“再给你2个土豆，这样总行了吧？”“行，到时候啊，我家保准投你家老大一票。”“我就知道你家是个好的。”终于得了准话的吕老太赶紧去下一家。这才挺新鲜的，土豆也大的，我们先同意下来，到时候不选吕老大，吕老太又能怎么样呢？哼，也是。我说今天这个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原来吕老太那么吝啬，现在为了儿子选村长，可真是大方。很快就到了选村长的时候，若叶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投票。结果到了数票的时候，吕老大不仅没有当选村长，甚至连1票都没有得到。哎，吕老太，你做什么？你们作弊！这村长是我儿子的，怎么连他的1票都没有？你们肯定作弊了！被吕老太这么一说，眼眶都红了。吕老太，我们这个是公平选举村长，你看看票数，没有人选你儿子。怎么会没有？不可能！李富贵、王三红、赵胜浩，你们不是收了我家的菜，说好了选我儿子吗？怎么没有选？哎，吕老太，你别血口喷人呐！什么叫做收了你家菜了？谁看见我们收你家菜了？你这是恶意扰乱咱们村选村长呢！我告诉你啊，像你这样的呀，是要蹲大牢的呢！吕老太，青天白日的你说梦话呢？别说你平日里吝啬的很，菜坏了烂在地里也不会给我们送，就是真给我们送了，这菜我们也不会要，谁知道有没有毒啊？就是，菜换村长，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吕老太，你以为村长是你家的大萝卜呢？一拔一个的。我是你家老头，现在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了不？哼！吕老太一想到自己新鲜泛绿的大芹菜，又大又圆的土豆，还有那新鲜的嫩豆芽，眼睛一翻就想撅过去。你们这些王八蛋，收了我家的菜还不选我儿子，我不活了！老太爷呀，我家的菜啊都让狗吃了！那些收了吕老太菜的人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口气憋住，上不去也下不来，都暗自给老吕家记了一笔。根据大家的意愿，这次若叶村的村长人选是李富贵。吕老太听见李富贵当选村长，心里哪有不明白的？自己这是被耍了，还搭上了一篮子新鲜的菜。他疯了一样的冲上去，李富贵躲闪不及，被吕老太一口咬在手臂上。快把这个疯老婆子给我拖过去！呸，咬得挺疼的。等着瞧吧，看我以后不整死你们老吕家！我不走，别拦我，还我的菜来！你们这群天杀的，把我的菜吐出来！都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把他绑回去！我给你们记一大功。我说吕老太，你们好好在家看着刘宝氏的小娃，出来还作什么妖啊？黄金花，你个烂货小娼妇，再给说一句，我让我2个儿子撕了你！来呀来呀，只要你让你家儿子敢来，我就敢找村长评理。
村长，各位乡亲，你们都可以给我作证。我们给你作证呢。吕老太呀，这选不上就选不上呗。要我说，就你家老大那德行，真要选上了，还不把村子里的钱都搂到你们老吕家来？你放屁！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吕老太被押着回了家，被一脚踹进院子里。娘，你这是怎么了？还怎么了？今天村长选举，你娘恶意扰乱现场秩序，还咬人，你看给我咬的，还把新村长给咬了。那也是他自找的，谁让他收了我家的财，不投我儿子的票？吕老大和周氏连个屁都没敢放，任由这些人大摇大摆地走了。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看到老娘被人打，居然屁也不放一个。哎，娘，他们人多，打不过呀。你个不孝子，还有理了，我打死你！哎呦，别打了！最后还是吕老大让周氏给吕老太煮了一点肉，这事儿才罢休。相公，我们分家。吕老大一拳捶在桌子上，双眼赤红。你他娘的以为老子愿意过这种窝囊日子？要不是分了家没钱，老子巴不得离这老东西远点儿。晚上吃饭的时候，周氏在厨房灶台忙活一家人的饭食，越烧火越觉得自己委屈得慌。婆婆打了他们，还得了肉吃。我让你吃，呸！我毒死你！从脚底抠下了一大片的死皮，从灶台里抓了一把灰，混着都放进了吕老太的碗里。她忍着恶心，胃里一阵翻腾，心里却是爽得很。老娘都饿死了，怎么还不把饭端过来？吃饭，娘，应该不会被发现吧？肉呢，肉呢，都让你这个贱坯子给吞了。胃里又是一阵翻腾，不由得恶心起来。弄得这么难吃，是要毒死老娘？娘，我平时里做饭也是这样啊，那你也没说什么呀。我打死你个小贱人，还敢跟我犟嘴，顶撞婆婆，我让老大休了你！眼见吕老太的巴掌打了过来，周氏直接站起身来躲开。我真是受够了，给老吕家生了3个带把的，还得受你这些欺负，凭什么呀？生3个带把的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这个婆婆想打你，随时就打。又是一巴掌对着周氏打了过去。你再打我一下试试。虽然做了你家媳妇儿，但我也不是好惹的。对着周氏的脸就左右开弓，两个人都状若疯妇，打作了一团，像2只互相撕咬的野狗。不过还是周氏占了上风。正在一旁吃饭的吕老大和吕老头默默地把饭碗给端了出去。死老头子，就眼看着我被这个小贱人打，你个王八犊子回来！老大，快来救娘，给娘休了这个小贱人！这死老婆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挑唆他家男人休了她，可真是不得好死。你记住了，以后再敢乱打我，有一次我打你一次。以后不敢打你了，绝对不打了，娘错了。哼！周氏走后，翻天了！媳妇儿敢打婆婆，老大你个不孝的狗东西，也不帮帮你娘！你养的小贱人要把你娘给打死了！吕老太这才爬起来往外边看了看，一个人都没有。孩子哇哇哭，他睡得鼾声如雷，拿了灶房的烧火棍就对着襁褓中的小婴儿砸了下去。这声音最终吵醒了吕老头，睁开眼就一脚把吕老太踹到地上。大晚上的，你他娘给老子发什么疯啊？让不让人睡觉了？老头子，这孩子整天就知道哭，你也管不管？少来他妈的烦老子！管？哼，这野种老子才不管呢！有本事你下去找他爹留把式款去！披上衣服就出去了。吕老太顿时起了杀心，抄起烧火棍对着婴儿就狂打。让你哭，让你敢打老娘，让你骗我菜吃！老吕家就这么倒霉，都是你这个灾星害的，打死你算了！哎呀，这死老太婆，大半夜的又发什么疯啊？快闭嘴，睡觉！又不是第一次打了，一会儿就打完了。哎呀，这孩子投到你们家也是倒了8辈子的霉。再说我揍你啊！这种闲事儿他还不想管呢。这大半夜的，吕老太不睡觉，竟然在家里打孩子！哎呦，我听到这孩子的哭声都瘆人呢，这得打到什么地步才能哭成这个样子呀？哎呀，我家隔得那么远，老远就听见这孩子哭，哎，真可怜呐！
几个月大的婴孩又能犯什么错呀？身体那么软，打几下怕不是得打死？这老吕家一家人造孽呀！走走走，咱去报官，不能让他们这么打呀！你们听听，这声音都弱了，别是打死了吧？哎呦，没有，你仔细听，还在哭呢，就是声音小了点儿。别看了，别看了，赶紧去报告范县令，这也太不像话了。多少也是一条人命，这吕老太的心咋这么黑？不叫了，肯定是被打死了呀。刚才我们几个叫了几遍，老吕家就是不开门。踹门！就看见吕老太正举着一根粗壮的烧火棍往婴儿的头上砸，简直是畜生所为！用被子把小婴儿包裹住，赶紧送去最近的医馆。吕老太呀，你简直就是个畜生呢！这是你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呢，才几个月大，哪里能经得住这样打呢？都是当娘的，就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你怎么下得去手啊？吕老太，身为母亲，竟如此殴打襁褓中的婴儿，你简直是枉为人！腿一软，扑通跪倒，哆嗦地解释：“青青大老爷，这不怪我，是这孩子老哭不听话，我就忍不住打了，确实是下手重了点，以后不会再打了。”吕老太呀，你这又不是打了一次，这10里8村谁不知道你天天在家打孩子呢？孩子才几个月大呀，上哪儿听得懂人话呀？别说小婴儿了，就连2岁的孩子都还说不通道理呢。哎呦，这孩子也是命苦啊！这下重了点吗？我们和范县令如果再晚来了一步，这婴儿恐怕就叫你打死了。襁褓中的婴儿不能反抗，便能由得你如此打。来人，把吕老太和吕老头收押县衙大牢，等候发落。今天大老爷冤枉，今天大老爷冤枉啊！小贱人，赶紧把老大叫出来，他娘要被带去关大牢了。娘，我都告诉你不要打孩子，不要打孩子，你总不听。这次打出事来了吧？相公不会过来的，他让我来跟你说一声，我们要和你分家。什么？你个狗娘养的小贱人，一定是你撺掇的我儿子分家！我告诉你没门！哼，我呸！到时候你都被关进大牢了，还管得着我们分家不分家呀？大人，有件事我想单独告诉你。小贱人想干什么？你管不着。周氏挑衅地看了吕老太一眼。县令大人，民妇要举报一个人。说。你让他们先下去。范子玲一摆手。都下去。是大人。大人，民妇想要举报吕成行。说下去。这吕成行是个假冒的，他不是吕家的亲儿子。大概7、8年前，他从外面回来，说自己被人贩子拐走成了奴隶，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见面就喊爹娘，我婆婆就认了他。哦，既不是真的，为何要认？那个时候，吕成行都17、8了，也能给家里干活，这不是为了能让他帮家里干活，帮家里还债。我婆婆还想着吕成行有个好样貌，将来有媳妇倒贴，还能省一大笔的礼金，就认了。荒唐！青天大老爷，民妇保证今天说的话都是真的。那吕成行8成是个江洋大盗，或者是杀了人逃出来的。民妇所说句句实话，如果有半句虚言，就叫我天打雷劈，来世投生畜生道。此事本官自会去查清，在案情未明之前，你切不可胡言乱语，毁坏他人名声。语气已经带上了浓重的警告。也不知道这林小鱼给范县令使了什么迷魂计，能让范县令这么维护他，肯定是有奸情。事情已经解决完，范子玲打道回府。你不想活了是不是？竟然敢在范县令的面前提起吕成行的事儿！如果真的证实他是江洋大盗还是逃犯，我们老吕家一个人都跑不了。周氏被打了巴掌，心头火气顿起。哼，我都说了，你还能怎么样？把这事说出去，只要他吕成行确定是逃犯，这算举报有功，范县令肯定得给咱们赏金。至于其他的，你想得美！这真要确定了，不得判咱们家一个包庇之罪？哼，总有吕成行当时是你娘认下来的，是他的儿子，他认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现在正是报仇的好时机，他可不会手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意思是要把责任都推到咱娘身上？哼，
当初为了吕成行能够干活，替家里还债，还有姑娘倒贴，你娘不是认得很高兴吗？你就让她认得了，装什么娘的好孝子啊！刚才你娘和你爹被带走的时候，你连影都找不到。那我不是怕一块抓进去，没人救爹和娘吗？吕老大很心虚，真能拿一笔赏钱？哎呀，绝对能。等调查出吕成行的身份，这事儿都是你娘干的，和咱们没有关系。咱们这算举报有功。再说了，你不是也受够了吗？等咱们拿到这笔赏金，要分家，那还不是简单的很呐？吕老大沉默着不说话，但眼神中却慢慢的染上了一股子贪婪。县衙大牢内，我说老头子，这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我们又没犯什么事，家家户户多打孩子，我们拿他又怎么了？他们左右两侧牢房里的犯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吕老太和吕老头。你倒是说句话呀！走的时候我可看见周世祥和县令说什么。你说这小贱人别再怀恨在心，还告咱们俩。我越想越是这个事儿，而且这小贱人走的时候还和我说要分家，肯定是要和县令告我们的黑状。你说咋办啊？死老头子，你说句话呀！别人家也打孩子，他没像你似的呀，快把几个月的小娃给打死了。老子告诉你，这个事儿都是你干的。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就和县令大人说，跟老子可没任何关系啊！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打的时候你也看着，也不是没有拦吗？但他们又不是老子的种，老子拦什么拦？事到如今，吕老头已经和吕老太彻底撕破了脸。老头子，你不能不管我呀！吕老太可怜巴巴的央求，却被吕老头一脚踹飞。你一个给老子戴绿帽子的贼婆娘，还想让老子管你？现在咱村都知道老子是个活驴吧，不打死你就算不错了。吕老头骂了吕老太几句，不说话了。这牢里怎么这么黑这么冷，也没有个床睡。喂，有没有人给点吃的？饿了。这大晚上的上哪儿给你找饭？饿着吧。来人！再聒噪有你好看。牢头过来狠狠地踹了一脚栅栏，被吵醒的囚犯们迁怒地盯着吕老太。再吵杀了你！吕老太不禁住嘴。不给就不给呗。回春堂，赵大夫怎么样啊？肋骨断了2根，这腹部根据老朽诊断，怕是有内伤啊。办案的捕快听到结果，立刻便去回禀了范子玲。大人，要不要现在就提审？先不用。闭着眼睛一挥手，让人下去。他现在还顾不上吕老太打孩子的事儿，有一个重要的决定需要他去做。闭着眼沉思了很长时间，范子玲眉头紧锁，手指不断的握拳，松开，再握紧，再松开，天人交战，到底是没能做下决定。少爷，夜深了，您还不休息吗？福伯，你坐下，我有件很棘手的事情不能决断，希望说给您听听。少爷，您有什么就说。福伯不说识文断字，总归是活了大半辈子，有些事情还是能看清的。范子玲把周氏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件事儿按理来说我该秉公处理，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现在竟然犹豫了，因为我和林小鱼、吕成行的个人交情，我犹豫了。福伯，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跟着我一路走过来，我当初为官之时发下誓愿，为民做主，秉公执法，绝不会因为个人私情而对任何人徇私。可我现在……少爷，您觉得林小鱼和吕成行2人是作奸犯科、穷凶恶极的坏人吗？当然不是。当初刮台风发大水，若不是林小鱼挨家挨户地通知若叶村村民撤离，若叶村就不会只死了1个人。对呀，其他村子都死了那么多人，就只有落叶村只死了1个人，而且还是故意为之。还有后来的种种事情，哪一件不是善事啊？可见他们夫妻2人定不是大奸大恶之徒。我自然知道，可是周氏已经举报了，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啊。少爷，没人让您置之不理。您作为溧阳县的父母官，自然是要替溧阳县的百姓着想。这件事情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但您作为林小鱼和吕成行的朋友，再加上我老头子又是他们夫妻2人所救，
他们对我们有恩情，于情于理，您都该给他们透个底儿。范子玲不住地叹气：少爷，我相信您绝对不会徇私的，而且法理不外乎人情嘛，这一点古来圣贤皆有之。谢谢你，福伯，我想通了。事不宜迟，那我就陪少爷一起去告知他们。敲门声又快又急，大声喊道：小鱼姐，我去开门。这大半夜的，是出什么事了？我出去看看。娘，发生了什么事儿？乖，你爹去看了，别害怕。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吕承行，本官有件事情想和你们夫妻2人单独谈谈。大人，怎么了？等看到范子玲脸上的凝重之色，心不由得也往下一阵一阵的沉。大人，这边说话。田小离赶紧去守着门，肯定是出了了不得的大事。是不是吕老太的孩子出什么问题了？吕承行，本官且问你，你是否顶替了吕承行？本官要听的是实话。糟了，多半是有人举报。这群王八蛋真不是东西。吕承行沉默半晌，也同样直视着范子玲，毫不隐瞒。不是，本官先前就觉得你和吕家人没有半点相似之处，现在果然如此。多有不便，所以才隐瞒身份。我并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不会做出任何对两县百姓不利的事情。大人尽管放心。本官自然放心，否则也不会连夜前来告知你们此事。大人，谢谢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能让他连夜通知自己这件事情，相当于是把魏沈清找到线索的案件透露给嫌疑人。本官相信自己的眼光，此事本为周氏举报，冒名顶替别人身份，滋事体大。本官可以虐待幼子之罪，暂时将吕家夫妻关入大牢，让此案缺少人证。但你们必须尽快想个章程，否则周氏闹起来，本官也无法拖延。大人，我们一定尽快给你一个说法。今日的恩情，我们夫妻2个记下了。夫妻2人把范子玲一直送到门外。本官相信你们的为人，更何况你们救了福伯，本官也同样欠你们恩情。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别让本官难做。大人，谢谢。小离，范大人今天来过这里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要透露出去，明白吗？小玉姐，我明白的。行，赶紧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情我要和你姐夫商量商量，先别问了。是，小玉姐。走吧，我们回房说。别害怕，事情没有糟糕到不可解决的地步。我们这次可是欠了范大人一个很大的恩情，以后一定会还上。接下来听我说，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不隐瞒一丝一毫。好，你说。我原来京城的身份是京城谢家嫡子，从小锦衣玉食，服从无数，父母娇惯，几乎把我宠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从小上树爬山，下水摸鱼，所有小孩子该干的不该干的我全干了。听着吕承行的诉说，林小鱼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后来爹娘看我实在顽劣，他们又管不了，只能想着给我定下一门亲事。你也知道，他们觉得只要成了亲，有了妻子和责任，我便能收敛起纨绔的性子。你继续说，我听着。吕承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定了亲，在我将要成年的时候，未婚妻阮家小姐明玉不知为何非要与我见面。我当时性子顽劣，也觉得没有成亲之前见面也无大碍，便同意了赴约。就是这个时候出的事情，对吗？没关系，都过去了，现在有我陪着你呢。当时我到了阮小姐约定赴约的地点，翻墙头进去的。阮家小姐的丫鬟带我到了她的房间，便关上了房门。我进去就朝见阮小姐面朝下趴着，一动也不动，叫了几声也不回应。后面的事情我能猜得到，阮小姐被人杀害，你被诬陷了，对吗？是，我叫了几声没回应，才发现床铺上有大片的血迹，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就把她翻了过来，结果阮家小姐已经死了，胸口上还插着一把尖刀。我当时慌极了，手上和鞋底都沾了血，慌忙地跑回了府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的样子，他们都看见我手上染满了鲜血，人证物证俱在，我无法抵赖。我爹知道此事以后，当场就要打死我，还是母亲为我求情，跪地哭求，才把我关了起来。吕承行的俊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阮家小姐的父亲冲进府里想杀了我，他们已经报了官，没有人听我解释。我母亲哭红了一双眼，偷着给我打开了柴房的门，我就从府里逃了出去。逃亡的人没有方向，我慌不择路的逃跑，结果误入了一片深山。
遇到了奄奄一息的吕成行。所以你们便互换了身份？吕成行点点头，嗓音轻颤。我当时告诉他我的事情，他便求我让我代替他去照顾他的父母，吕成行这个身份便可以给我。原来竟然这么波折。林小鱼唏嘘不已。你不生气吗？信我吗？我生什么气啊？我和别人定了亲，我还闯入别人的……闺房二字实在是难以启齿，以前的自己确实是个混账。好吧，我很生气，心里还很不舒服呢。你是我的相公，但却和别人定了亲，不仅定了亲，而且还去别人的闺房里赴约，我当然生气了。林小鱼嘴角往下撇了撇，眼见着吕成行眼眸垂了下去。生气归生气，可你是羞羞和小李的亲爹啊。只是因为这个吗？当然不，你还是我林小鱼的丈夫，是我一辈子想要陪伴到老的人。虽说生气，但什么都不如你重要。这件事我自然是信你的，我林小鱼的眼光不会出错。你不是滥杀无辜的狂恶之辈，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去查个清楚，不能让你一辈子背着这个不白之冤。吕成行还在低着头，向来挺直的脊背也弯了下去。给我振作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7、8年，当时的你是因为被保护得太好了，不懂得怎么处理，所以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没关系，现在你的面貌已经变了，我们回京城悄悄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总不能让那个可怜的阮小姐白死，让你背着这个不白之冤，让那个真正的凶徒逍遥法外啊！别担心，这边的话有范县令给我们压着呢，吕家暂时不会发作的。吕成行这个身份还能用，而且这么多年我们回去了，只要隐藏得好，你又变了个样子，京城那边也不会发现你的身份的。振作起来啊，谢伟英！如果你还想继续颓废，藏在这里畏首畏尾的，当你的吕成行，我林小鱼第一个看不起你。谢魏因这3个字对吕成行来说十分的陌生，这么多年他也已经习惯了吕成行这个别人的名字。好了，别想了，就这么决定，我们一家人都回去，帮你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我不希望我的男人一辈子都背着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和我白头到老。很晚了，快睡吧，第2天我们去找范县令说清楚。第2天一早，我跟你一起，先吃个早饭吧，之后去找县令说个清楚。他是值得信任的人，也许可以帮我们想出办法来呢。小鱼，谢谢你。相公，永远都不要和我说谢谢。一家人吃过早饭后，林小鱼和吕成行立刻就去了范子玲的府邸。大人，昨天的事情我们有话要说。少爷，我就在外面看着。大人，我想这件事情还是我相公亲自和您解释清楚比较好。他瞅了一眼吕成行，吕成行就把昨天晚上说的过往事无巨细的又重复了一遍。范子玲沉默了一会儿，没想到林小鱼竟然这么信任他，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个清清楚楚。事实就是如此。你说你推门而入的时候，这阮家小姐是趴伏的姿势，对吗？对。本官自然是信你的，且不说用刀捅入胸口，躲闪不及时，自然会染上一身的血。你翻墙进入阮家府邸，有丫鬟带入阮小姐闺房，且不过转瞬间的功夫，也不可能把血迹清除得那么干净，还招摇过市。你说那天在阮家小姐的房间里还闻到了一股味道。是的，她的房间里有一股若隐若无的香味，当时的我还以为是闺阁女子用的香料，但是后来想了想，说不定早就在我之前被人下了迷药。几人一阵沉默，若是当时就查个清楚的话，也许会找到一丝线索。他们远在溧阳县，根本就无从查起。林小鱼也觉得他们前途堪忧，未来迷茫，也许将来就要过上朝不保夕的生活。是我的过错，如果当时不那么慌乱地跑出来，留在那里，或许可以找到线索。你是当局者迷，而且以那种情形，换了任何人都会做你同样的选择。如果你当时留在那里的话，也许你们2个人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是我糊涂了，
这次多谢范大人。不必言谢，我会尽快帮你们拖住吕家的人。凭我的能力，应该可以拖上一些时日。你们尽快回京城，把此事查清楚。若是查不清，洗刷不了清白，就不要再回里阳县住了。到时，本官怕保不住你们。大人，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夫妻二人都记在心里。大恩不言谢，只能日后再相报了。不必，本官是服从自己的心意做事罢了。上不愧于天，下不愧地，你们好自为之。从范子玲那里出来以后，林小鱼压低声音对吕成行说：“相公，经过范大人这么一提醒，我倒真起了搬走的心思。”吕成行挑眉：“想搬去京城？不知道，只是有这个心思，但还舍不得。”虽然只是起了搬家的心思，但林小鱼心里还是有些怅然若失。还有林家的父母4个哥哥，想想怎么心里还有点酸酸的呢？不急，我们慢慢考虑。刚才我想通了，我们一家人呢，先搬去京城，正好可以想一想怎么查你当年的事情。如果实在是年代久远没有办法的话，那我们就搬去另外一个富饶的城市。怎么忽然间就想通了？不想通也没办法呀，这里县城反正我们是待不下去了，树挪死，人挪活，只要我们2个人在一起，哪里去不得。回到家里以后，两人一开门，牛婆婆和田小黎就从屋里赶忙迎了出来。小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听小黎说，昨天晚上范县令都来我们家了。哎呦，我这个老太婆睡觉睡的时候，敲门声那么急，当时都吓得我心都哆嗦了。小鱼姐，姐夫，把这件事和我们说一说吧，一家人也好有个商量呀。好，咱们进去说，外边冷。婆婆，你也别太着急了，等会我仔细跟你说说。几人就进了屋。婆婆，小黎，其实你们眼前的吕成行，并不是真的吕成行，他是上京富庶人家的嫡子。什么？我早就觉得姐夫和吕家那群人不一样，不仅是长相上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当时我说不出来这种气质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贵气啊。逃亡之人，哪里有什么贵气可言呢？不必过分震惊。小鱼啊，婆婆就说你是个有福气的，从开始你跟着婆婆赶海就能看出来，只要你一去呀，平时没有的海货都自个儿窜出来了，蛏子、兰花蟹、大生蚝、海胆。哎呦，我老婆子是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好事，才碰到你这个福星。牛婆婆抹了一把眼泪，这是好事啊，怎么都不高兴？再说，这事和范县令有什么关系？婆婆，下面的事情才是重点呢。相公虽然是富庶人家的嫡子，但却因为一桩杀人案被诬陷，所以用了吕成行这个名字。到了若叶村，昨日周氏告发，范县令特意来通知我们这件事情。这个王八蛋，上次那一扫帚都打轻了。范大人是个好官，小鱼你们2口子也是个好人。那周氏真是活该天打雷劈，怎么天天想着坏我们家？自个儿婆婆把孩子差点打死，老吕家2口子都被关了大狱。他这个儿媳妇还有心思来告我们家，真是歹毒的很。所以婆婆，我们要尽快的搬家。范县令只能暂时帮我们拖住周氏，吕老头和吕老太也因为虐打婴儿被关进大牢。如果他们被放出来的话，肯定是要咬死我们家的。那还等什么？小鱼，咱们赶快的搬家，这里是不能再住下去了。哼，老李家没一个好人。小鱼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是这样的，我打算我们一家人先搬去京城，不能让相公一直背着不白之冤，这件事情必须要去澄清的。也是，人活一辈子，不能少让这口大黑锅一直背到老。小鱼，你去哪儿，婆婆就跟到哪儿，这个不用有顾虑。那行，就这么说定了。中午回来的时候，还得把这件事情给小黎和秋秋说一说，也让这2个孩子有个准备。真好啊，真的。小黎、秋秋，咱们家要搬家了。娘，咱们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娘？没什么，
只是娘觉得京城比里阳县更大，你们能接触的东西也多。再说，秋秋将来不是也要赚大钱，那就要接触人的，多学知识。小李呢，想当范大人一样的好官，也得多学知识。秋秋小嘴儿还是往下撅着，满脸的不高兴。其实娘说的不错，我们还小，是该出去走走，见更大的世面。娘给你们时间消化，就这几天和伙伴好好道个别，我们再搬走。记住啊，别说我们搬去哪儿。好吧，娘，我和小龙还有欢欢去告别。欢欢还说过几天给我看他家的大牛呢。10两、20两、30两。啊，终于数清了，6800两银子。相公，我厉害吗？腰好酸。对，就这儿，使劲点。你这按摩的功夫从哪儿学的呀？以后我们去京城，说是没钱还了。相公，你可以给人去按摩，绝对能赚大钱的。不错，可是这些钱去京城是远远不够的。不说别的，单单是好一些的宅院，起码就要几万两。哎呀，相公，你就不能让我高兴的久一点吗？行了，没关系，你娘子我的赚钱能力可是很强的，几万两银子算什么？我以后啊，可是要赚几10万两的人呢。你还是想得太偏了，富人有富人的过法，穷人有穷人的过法。你以前啊，肯定是租的京城好地段，其实京城也有很多穷人住的地方呢。为父受教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去京郊买房子，这样的话，把2个孩子送去京郊念书，在京城里摆个小摊子，这人来人往的，正好可以调查你当年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笨蛋！我说你这个笨蛋，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夫妻，你是我相公啊，要白头到老的人。你的事自然是我的事了，我的事也是你的事，我们不分彼此的。明天还有事情呢，先别。良久之后，恍惚悠悠的就睡了过去。第2天一大早，我们得先去跟我爹娘道个别呢。爹腿疼，我去买了几坛子药酒，这酒喝起来不伤身的，对爹的腿有好处。先吃饭啊，等会儿啊，咱们再去林伢子那儿买个女人。啊？买个女人？对啊，是该买一个年轻又憨厚的女人。毕竟我们都要走了，娘年纪大了，连个嫂子又怀孕，家里的活计肯定干起来不方便。小玉妹子，她叫芬娘，年轻也能干活，家里刚死了丈夫，又没个孩子就被婆婆卖了，干活挺本分，就是话不多。飞娘，你知道我买你回去是干什么的吧？知道，来之前林大哥都跟我说了，您放心，我保证干活钱快麻利，也会照顾人，您看看我做活就知道了。行，林大哥，飞娘我买了。娘，快出来，小妹回来了。大嫂，你怎么不在家里歇着，自己出来了？这不在家的时候憋得慌闷得慌，就想出来和嫂子们说说话。小鱼，这是谁啊？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嫂子，咱们别在外面说话了，这昨天刚下了雨，又起了风的，当心伤寒。小鱼，以后别带这么多东西回娘这儿了，咱家以后都富裕了，什么也不缺。得了吧，老太婆，上次你不是还和那谁家的王老太炫耀咱家小闺女来着？次回家都不空着手，羡慕死人家。嘿，死老头子，你不给我拆台那手痒是吧？哎呀，女婿也给你带了几坛子酒，也不和林老太斗嘴了，赶忙去看他那几坛子酒去。这是谁家的呀？以前怎么从没有见过呀？哎呀，还干站着做啥呀？这有凳子，来，闺女啊，坐下来。坐下吧，虽然是我买了你，但你呢，只需要在我家帮我娘和嫂子们做些活计，不用这么卑微的。什么？哎呀，你这孩子真是年轻，不知道赚钱难呐！刚赚了一点钱就胡乱花钱，也不知道存着。小妹，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些活计我跟你二嫂就能做了，不用买人。小妹，这些活我也可以做的，虽然确实有些不方便吧，但慢点也能做的。咱赚了钱就是花的呀，赚钱花钱两不误，该花的就花。娘，
你年纪也大了，2个嫂子也怀了身孕，有些活计啊是不方便做的。我这不正想着买个人回来帮你们做活吗？娘，您看芬娘是个勤快的麻利人，人也本分，我们说这话呀，她就能把这些活给都做了。以后您倒是能轻快点不是？你就让我尽一片孝心吧，啊！哎呀，行，那娘也在家里闲着享享福，跟着我家小鱼啊，娘也能做那富贵人家的老太太了。还是女婿好啊，这酒是真对味儿。这会儿人都到齐了，屋里也热闹起来。芬娘，你先去歇着吧，我们一家人说会话。爹娘，哥哥嫂子，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再过几天，我和相公还有孩子要出个远门，去京城。啊，京城啊，那么大的地方，你们能行吗？这怎么突然就决定要去京城了呀？是有桩大生意要去做吗？还是四哥聪明，没错，京城那边有桩生意去做，还是一笔大买卖。如果做成了，那钱不少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绝对不能透露我们的行踪。尤其是爹你，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出去炫耀。要是被别人发现了，跟着我们，到时候这个钱我们就得和他们平分了。哼，放心吧，你爹我绝对不会把咱们家挣钱的东西拿出去说的。咱们呢，就闷声捂着发大财，到时候拿了钱，你爹我出去好好炫耀炫耀，馋死他们。唉，小鱼呀，娘还是担心你。这京城距离咱们溧阳县路途可不近呢，你路上要小心呐。你盘缠够用吗？差点什么的话和娘说，娘这里就给你备下。还有秋秋和小李，这2个孩子别再不适应，再想外婆。娘，您不用担心，晚上的时候等他们2个下学，我带他们过来一起吃个团圆饭。林小鱼看着林老太眼眶都红了，自己心里也是酸酸的。三哥、四哥，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小妹，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刚才我和四哥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小妹，你根本就不是那种怕别人抢生意的性子，更不会因为这个不让我们透露你的行踪。对啊，小妹，如果有什么事情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呀。我们是你哥哥呀。我说妹夫，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妹不告诉我们，你总该告诉我们吧。吕成行只是沉默地避开了他们的视线。小妹，你和妹夫这事急死我们呀！这事儿你必须跟我们俩说清楚，别把我们排除在外啊！我们是一家人呢。林小鱼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告诉自己的哥哥。那行，三哥四哥，我就告诉你们，这次去京城是有事情要做，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还会很危险。有多危险？林三强一听危险，眉头拧得更深了。啊，那我们可以帮得上忙吗？应该不行。好啦，三哥四哥，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千万要替我保住行动，瞒住爹娘他们。爹娘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经不得下的。哎，这是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和爹娘说呀。小妹，带我和我们一起走，我也算常年在外，多少有些见识，到时候或许能帮上你们。小妹，我也跟你一起走。四哥，你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不挣了。在我心里，小妹最重要，钱算什么东西？小妹，你必须让我们跟着，否则我们个个不能为你遮风挡雨，连点忙也帮不上，我们算哪门子兄长啊？不如就让三哥跟着吧。你说什么呢？这事怎么能让三哥跟着呢？哎，妹夫说的对呀，我跟着你们，反正我经常出外跑生意，如果我们俩都跟你去的话，肯定会引起爹娘怀疑的，这事就瞒不住了。你怎么能这么胡闹呢？这怎么能叫胡闹呢？我看妹夫比你懂事儿。小妹，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不让我们跟着去帮忙，我们在家里也坐立难安，难保不被爹娘知道啊。小妹，这些事啊就这么决定了，不许反悔啊。等会儿你把秋秋和小李这俩孩子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我也回去收拾收拾。那么什么时候走，你给我信儿就行。吕成行，这事你怎么能让我三哥跟着呢？
那万一我们去京城洗刷不了清白的话，反倒暴露了行踪，就会牵连我三哥的。若你不让他跟着，你家人也会寝食难安的。放心，没问题的。我先回家，等一会儿把两个孩子接过来。等吕成行走了以后，林小鱼越想越不对劲儿，自己的相公平时并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会突然去买点蜜枣和绿豆糕？秋秋爱吃，还有再买只又肥又胖的大白鹅。哎呀，小鱼就要去京城了，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咱们得好好的吃一顿给他们送别呀。说着说着，林老太太眼眶就红了。娘，这是好事儿啊！我是去京城赚大钱，又不是不回来了。而且，如果在那里挣了大钱买房子，这将来还可以接待一家人过去住呢。哎，这咋就……刚才还高兴来着，这咋就难受上了？娘，这叫喜极而泣。还是小鱼会说话。这鹅真肥，现在杀？杀了，现在杀了啊！三强，你先煮好沸水，准备着。好嘞。这个鹅血啊，晚上可以给小妹做鹅血粉丝汤。你就净糊弄吧，我只听过油鸭血粉丝汤，可没有听过鹅血粉丝汤。小妹这是要出远门，咱一定给做些好的肉，别弄些血什么的。你这妇人不知道，我出去上工的时候吃过，好吃着呢。外婆、小满、娘，我回来了。外婆、外公、大舅、二舅、三舅、四舅、大舅妈、二舅妈、三舅。小李，你三舅妈还没影呢，这就叫上了？这不是说顺嘴了吗？那四哥，我四嫂在哪呢？你四嫂？哎，小妹，你尝尝这鹅肉，还有鹅血粉丝汤，大哥我亲自做的。鹅血粉丝汤，咋把这个摆上桌了？小妹，你别听他的，咱吃肉，吃肉啊！哎呀，大嫂，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什么都香。我尝尝看啊，大哥的手艺。大哥的手艺真不错呢，大嫂有福了。我跟人家学的做法呀，小妹，你爱吃就好。一顿丰盛的佳肴就在众人的说说笑笑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林小鱼一家在林老太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走的时候，林老太又是哭红了一双眼。哎呀，你这老婆子怎么又哭了？平白惹得我也想哭。在外边挣够了钱，别忘了回家看看啊。娘，我跟小妹一起走。哎，也好也好，正好你在外边跑，见识多，也能照顾照顾你小妹。路上小心呐，看好了钱袋子，别让人偷了，外边小偷拦道的多呢。小鱼不是小孩子了，老太婆少唠叨点儿。闺女愿意听我唠叨，你管不着。哎，对了，给孩子多加点衣服，你们也多加点衣服啊。在路上要是伤风，那医馆可不好找啊。出去遇到事儿别跟人家犟，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外边乱得很，多注意安全。娘，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吧？我好难过，我不想离开外婆，不想离开这里。我们能不走吗？小李虽然情绪不外露，但是也是板着一张小脸，眼圈红红的。乖秋秋，别哭了，小李也别难过。去京城过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就会回来的。到时候秋秋又可以来找小满玩了，来找外婆家的小伙伴玩，对吗？你说呢，秋秋？娘，我们真的可以再回来吗？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很快的。小李要好好学习，要做大官，惩治坏人，要保护爹娘。小李要快点长大长高。小李这孩子早慧，心事又多，想的也深，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乖小李，娘知道你懂事儿。娘，秋秋也懂事。好，真是娘的两个活宝。相公，你先带着孩子们回去吧，我有些事情要办。好，我晚上来接你。娘，晚上早点回来啊。大头，别忙活了，你先过来。小鱼姐，有什么事你就说。我来是想告诉你，
以后若水村赶海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不用再来过问我。怎么了，小玉姐？不光是赶海，每个月谭工匠和林伢子该交给我的分红，你也帮我去领着。小玉姐，你是要离开了吗？不行啊，小玉姐，我一个人不行的。大头，这些日子赶海的事情我也没多管，你自己不是也弄得井井有条吗？怎么不行了？相信自己，难道你以后赶海做生意了，也要我去指挥你，去安排你做事情吗？小玉姐，我……大头愣住了。别磨叽，我带你去见见谭工匠和林伢子，和他们通个信去。行，那以后分红啊，我们就给这个小伙子了。我就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绝对不会困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小玉妹子，我给你的人好用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干活不麻利？没有，凤娘干活麻利也有眼色。我就是来跟你说说，以后我的分红啊，你就给大头就行了。好啊，妹子，你要出去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人呐。我说你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赚取万贯家财。那就借您吉言了。外边好呀，小玉妹子就是魄力大。要是我呀，肯定不敢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的。也就是出去看看，早晚会回来的。那感情好，等回来的时候别忘了再找我合作啊。那我就在这里先预祝小鱼妹子发大财了。谢谢。林小鱼便坐马车回到家中，正巧看到吕成行和自己三哥在低头说着一些什么。小鱼，你看看还需要拿些什么东西？我想着和小丽先收拾收拾，免得走的时候丢了这个落了那个，到时候半道上回来拿都不好拿。多拿一些厚衣服，再拿点小孩子的衣服换洗就可以了。婆婆，路上我们可以再买的，太多的话马车放不下，带着也累赘。刚泡的安神茶，喝了之后休息。这几天辛苦了。可能是昨天太晚了，今天有点头晕，发冷。嘿，别喝，茶里有迷药。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林小鱼一跳。有迷药？吕成行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迷药呢？妹夫，我还是觉得吧，你这个做法不好。你和我小妹是夫妻，你们这一路走过来的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的。小妹认可你，作为她的相公，我们一家人也是认可你的。一种被背叛、被抛弃的熟悉的感觉，又再次涌上了心头。吕长行，你是不是觉得我林小鱼就是那种窝在宅院里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经不起风雨，只配躲在你身后当个娇贵的花瓶养着？既然你要这么想，那索性现在我们就分道扬镳。吕长行，我没想到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在你眼里却还是一个能够共同享福却不能共同承担责任的妻子。林小鱼啪的一声把茶杯拍在桌上，转身就出去了，溅出的水花洒了一地。娘生气了，爹，你快去哄哄娘，别让娘和你分开。蛐蛐不想没有娘，不想娘走。哎呦，小可怜，到婆婆这里来，你娘不走啊，你娘不走。她只是和你爹生气了，一会儿就好了，不走。我先把两个孩子带出去玩，这事儿你们自己好好解决吧。爹，你这次是真的做错了。三哥，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就商量好了，我不可能让他去为我以身犯险。如果能查得清，自然是好；查不清，他和我在一起就是包庇我的同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牵连一家人。一阵沉默。这件事情我如果不阻止，小妹知道了，我这个哥哥也当不成了。你不能这么干呢。你去吧，找小妹好好商量商量。我家小妹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往男人身后缩的人。也怪我当初就不该同意妹夫你这么做。吕成行低头沉默不语。你倒是说句话呀，妹夫，光当过巨嘴葫芦有什么用啊？是我想差了，三哥抱歉。你还来做什么？不是要自己上京吗？还给我下迷药，你倒是想个好主意呢。林小鱼坐在床铺上，一双杏眼红红的，似乎是刚哭过了。行啊，还会和我三哥商量了。今日若不是我三哥阻止那杯迷药，我就喝下了肚子。我竟想不到这2年走过来，你还是和当初一模一样。是不是变得只有我呀？背叛，全都是背叛和欺骗。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徐邦峰背弃了自己，吕成行也想骗自己。一个是因为别的女人，另一个似乎是为了自己好。不是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有用的话，你要捕快做什么？滚！我让你滚！别再来找我了，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牺牲自己来保护我。对不起，以后不会这么做了，绝对不会。算了，别逼他了，只给他一次机会。听我说，吕正行，今天的事我很生气，很生气，因为你骗了我。虽然你很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是对我和孩子们的保护，但你怎么不站在我的角度来想想呢？如果今天是我被人诬陷，我给你灌了迷药，我自己独自去京城，若是不幸未查明真相，反而被抓入牢狱斩首示众，你和2个孩子该如何自处？我会恨你，恨一辈子，恨你为什么不给我帮助你的机会，恨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能跟你一起承担风雨。这就对了，只有这一次。如果以后你还做这样的事情，倒不如我们现在就彻底分开。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如此之事。你当你娘子是那一步三摇、弱柳扶风，走路啊得需要丫鬟婆子扶着的娇妻呀？娘子自然不是。对，我会和你并肩而立，永远不会选择站在你身后的。李小鱼主动抱住吕成行，2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油灯把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纠缠在了一起，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第2日一早，小玉姐，你来了，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们林大厨啊？您等着，我马上去通知林大厨。哎，你说林大厨如果知道我这尊财神要走了，会是个什么反应？也许会哭得很惨。拜托，不要用这么严肃的语气行吗？你这说的让我想笑的肚子疼。我说小玉妹子，今天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他摆了摆手，不用了，林大厨。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们一家人要搬去别处了。怎么这么突然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并不是要打听，只是可惜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合作了。我这留客楼发展的也越来越好，我还想着我们以后可以合作发展，把留客楼发展壮大。哎呀，真是可惜了。没关系的，只是2个孩子也长大了，想让他们出去长长见识，这也许以后还会回来也说不定呢。师傅，里面有桌客人，也没有您炒的菜。哎呀，你看，这个时候留客楼正是忙的时候，太突然了，也没有机会吃顿践行饭。下午我送你们点东西，就当是这几年的谢礼了。不用了，林大厨，我其实今天就是想来跟你道个别的。再说，我们是互惠互利，不用道谢。别跟我客气，以后你在外面发达了，我这留客楼要是在别的地方发展，可能还要仰仗你呢。林大厨话说完，风风火火地冲上楼炒菜去了。走吧，再去看看小树娘和李桂香。哎呦，小鱼妹子啊，吕兄弟，你们咋来了呢？我们2个正说起你们呢。哎呦，别嫌弃哈，也没来得及收拾。没事，我们家也是这样的。我们正说到那个老吕家呢，真是造孽哟，把几个月的小娃子呀打断了肋骨。哎呦，现在吕老头和吕老太呀也被关进大牢了。这么严重？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一个感染很容易就死了，尤其是小孩子体质还弱。哎，是啊，别的人他又打不着骂不着，只能对着几个月的小娃撒气，真是可怜呢。现在一家人都在家里骂娘呢，乌烟瘴气的。别说那小娃子了，可怜归可怜吧，但关我们什么事儿啊？谁让投身在老吕家了呢？咱说咱的事儿。是呀，小树娘，今天我和相公呢是特意来和你们道个别的，我们一家人要出个远门，暂时不会回来了。去哪儿啊？咱好好的要走了呢，这不想着孩子也大了，想给他们出去长长见识吗？这套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林小鱼都快背过了。小鱼妹子啊，你这走得急，我欠你的钱，等我一会儿，我去凑一凑得还上你。就是，我也去凑一凑。小鱼妹子啊，你等会儿啊，这个钱听我的，不用还。那绝对不行的，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这钱呢，就当我借给你们的，到时候等你们发达了，凑足了钱再还我也不迟啊。不急在这一会儿的，那自己生活的日子过得难，那不是让我背罪吗？那行，小鱼妹子，真是谢谢你了，到时候我们一定还你。小鱼妹子，落稳脚跟以后一定要给我们来信儿啊！哎呀，这一听小鱼妹子你要走啊，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六神无主。是啊，没有小鱼你和你家相公，我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过得这么舒心。小叔娘、桂香嫂子，你们放心吧，我只要能在那里落稳脚跟，一定给你们来信的。有我在，这一天不会太久。小鱼相公啊，是个能干大事儿的。只是坐了一会儿，林小鱼就起身要走。哎，不再坐会儿了。哎呀，你也不常来，想和你拉个话，就怕你忙耽误事儿。这冷不丁就要走了，以后也就没有机会说话了。小鱼妹子，哪天走了给我们个信儿，我们也要去送送你。应该就是明天了。哎，对了，小叔娘、桂香嫂子，我们家要走的事情千万不要透露出去了，就咱们知根知底的几个人知道就行。放心吧，我们两个的嘴呀严实着呢，绝对不会给小鱼妹子你添麻烦的。你快回去吧，别让你相公等急了。这明天要走啊，家里肯定还有一大堆事情要你忙活着呢。我和桂香明天呀去送你们一家。小鱼姐，你看看这些我们准备明天放在马车上的东西，还有什么遗漏吗？就这些可以了，路上没有钱可以买。小鱼妹子，我想了想，你们一家人路上得坐马车，我就特意从我朋友那儿要了一个车鱼来。哎，你拍拍，结实着呢，无论你再多人来坐也坐不坏。您太客气了，这怕是要不少钱吧？哎，别提钱，提钱伤感情。你们在外面站稳脚跟，或许我以后还要仰仗你们呢。今天生意好，我想着这个东西必须得亲自我给你们送，才有这个心意。哎呀，不能做了，我这一走啊，恐怕就积了不少菜了，得赶紧回去。你们一家人什么时候走？我来送送你们。就在明天早上，我们一家人就要走了。行，这么快呀？那我明天再来。行，李大厨，谢谢你。小黎，把屋门关好，用咱家的大扫帚给顶上。屋子里的被子都叠好了，窗户关好或熄灭了吗？别我们回来的时候，雨水打湿了被子没法盖。婆婆，都弄好了，咱们走吧。哎，走走走。关院门前又不舍得回头看了一眼，众人都回头望了一眼。这，所有和林小鱼相熟的人都来了。小鱼妹子，你……小叔娘刚要说话，便哽咽的说不下去，扑簌簌的落下泪来。李桂香也哭了出来。秋秋，你还会回来吗？欢欢家已经买了大牛，要不咱们俩现在去看看？你别走了好不好啊？秋秋也跟着哭，牛婆婆眼眶又红了。你这臭小子哭什么？别哭，秋秋又不是不回来，让你哭的。嗨，你娘也想哭了。林伢子和林大厨两个大男人也红了眼眶，默默的不说话。小鱼姐，这里有储存好的一些海货，你和姐夫留着路上吃啊。没有客栈就先可以烤鱼吃。我记得秋秋以前说她爱吃小虾皮的。大头有心了，这里的事情呢就交给你了，别让我失望。还有啊，我回来的时候，你这小子呀应该就要娶上娘子了，说不定还生了胖娃娃呢。大头闹了个大红脸，羞得挠了挠自己的头，不说别的，只是嘿嘿笑着。我们走了。看着外面的亲朋不停的招手，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秋秋，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我不和你抢东西了，娘给我买的好吃的还有糖，我还给你留着，我等你回来吃。乖，秋秋，难受就哭出来。林小鱼这个当娘的看了孩子这样就不落忍，小李的眼眶也是红红的。若叶村，哎呀，我说这怎么还没来信啊？周氏坐在屋里面嗑着瓜子儿，吕大宝自己在院子里疯玩，不知道撞到了什么。看着点东西，咱家就那点家当，别让你都给砸了。
周氏嗑了嗑瓜子儿，也坐不住了，自己站在屋子里面走圈，一圈又一圈，一圈比一圈急。我说你能不能别这样了，转得我眼晕。哎呀，这都几天了，我天天偷着去打听，范县令怎么还没有去抓吕成行啊？哎，你说他会不会因为李小鱼的关系徇私，就不抓了呀？不能吧，这咱都看着呢。没事儿，明天我去问问。这要敢不抓，就算他是县令，咱也得闹一闹。哼，就得去问问。我坐在家里面抓心挠肝的难受，这事儿做都做了，人都得罪了，那笔赏金咱们必须得拿到手。咣当咣当，都告诉你个死孩子，咱家就这么点家当，怎么能让你这么祸害呢？你给我住！啊，相公，你快出来呀！官府来人了！出去没有看见吕大宝，门被人踹开了，4、5个捕快出现在了周氏面前。县令大人要升堂审案，你们夫妻2人便也跟我走吧。啊，是不是要审吕成行啊？这就来。什么审问吕成行？此事与吕成行无关。县令大人审的案子是你吕家虐待幼童的事情。啊，大人，我们真的与此事无关呢。这一切都不是我能做的呀。你们有没有参与虐待幼童？去了一审就知道。周氏和吕老大便哎呦哎呦的被押解回了县令府衙。大堂上，天杀的小贱人，是不是你在县令大人告了我们的黑状？我告诉你，甭瞒着我都知道。青天大老爷，我是冤枉的，您别听周氏这个小贱人瞎扯。那天晚上我们俩打起来，她肯定是怀恨在心，所以才诬告我。周氏，你婆婆说那日你所说之话竟是诬告，可否属实？跪在地上的周氏瞬间愣在了那里。青天大老爷，民妇当日所说之事句句属实，绝对没有半分诬告和捏造事实，请大人明察。吕老太一听，就要从公堂下站起来去殴打周氏。再敢扰乱公堂，杖责10。听到杖责，吕老太一哆嗦，又颓然地跪倒在地。周氏、吕老大，本官问你们，吕老太和吕老头从何时起便开始虐待幼童？回大人，具体的民妇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应该是已有2月有余。小贱人，再敢胡说，打烂你的嘴！哎呀，婆婆，这都闹到公堂上了，县令大人就在上头看着呢。我虽然孝顺您，但也不能说谎呀。就是，吕老太，你家大儿媳妇都出来举报你，做实了就别狡辩了。咱们乡里乡亲的，我还是你的邻居，谁不知道你整天打孩子啊？老大，你可要救救娘，不能有这个小贱人瞎说，让你娘蹲大牢。娘，吕老大眼神开始闪烁犹豫。娘，这件事您都做了，也没有办法抵赖，不是吗？你要是让相公给您做伪证，再把相公搭进去，那我们这一家子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呀？那不得让人欺负死啊！周氏说着便呜呜地哭起来。青天大老爷，我娘她也是一时糊涂，才会做出虐待幼童之事，请大老爷从轻发落，饶过我娘吧。吕老头一脸沉默，面上全是悲凉，似乎已经认命。吕老太和周氏2个人都抹着眼泪。现人证物证俱全，吕老太，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吕老太除了口呼冤枉，也再拿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吕老太，你身为人母，不体恤幼儿，反倒对幼儿棍棒相加，致其筋骨皆断，内伤淤积，实在枉为人母。吕老头身为一家之主，却对殴打幼童一事听之任之，实在不是丈夫所为。现本官判决，杖责吕老太20棍，吕老头10棍，关入大牢，为期2年，反悔思过。青天大老爷冤枉啊！青天大老爷冤枉！接着2个人便被拖走了。这2人已关押，本官做主幼童，便给吕家2位长子抚养。吕老大、吕老二，你们可有异议？大人，小人家里实在是拮据，几天水米都不打牙呀，自己的孩子尚且养活不了，又去哪儿养活这个幼童啊？大人，小人家也有3个孩子要养，根本就没有奶水养活这孩子啊。
哦，也就是你们二人都有异议。小人不敢。既然你二人都不肯抚养，那本官就再择人选。你二人退下吧。是。大人，民妇还有一事。何事？大人，那民妇举报吕成行一事，官府办案讲究证据，岂容儿戏？周氏，你可知道那吕成行的真实身份？啊，这民妇怎么知道啊？哼，既不知，就去查。等你查到了，本官再来细问也不迟。退堂。周氏不甘心的想要跟上去，结果就被不耐烦的捕快给赶了出去。我说周氏，你公公和婆婆都进去蹲大牢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哼，你进去我都不会进去，你们这些落井下石的人，以后一个都不会好过。哎呦呦，可吓死我们了！我说虐待几个月的幼童啊，也就你们老吕家能做出来，先不得好报的是你们吧？上辈子作孽祸及下辈子呢。你们家3个孩子吧，还是都带爸的呢。你敢诅咒我家娃？我和你拼了！我打死你！